我不吃不喝把自己关在房间100天，只为在方块游戏里创造一座地狱世界。没想到这座世界建造的过于逼真，引来掌管地狱的恶魔巴罕穆克找到我。他来此的目的是想让我为他创建一座完美的地狱。开始我是拒绝的，但他开出一个诱人的条件，只要新建的地狱可以完美运行的话，那么他就可以赐予我使用地狱的权利。听到这，我立马答应了下来，收下开启地狱的钥匙，因为我要让那些霸凌过我的人全都要尝尝什么叫恶魔炼狱。不过建造地狱，巴罕穆克提出了2个必要条件。首先，那些被囚禁的人在地狱里必须有罪名。其次，所建造的这座地狱绝对不能让关押的犯人逃脱，因为地狱的本质是让犯人承受永恒的痛苦，所以一旦让犯人逃离地狱，那么地狱就会自动消失，而掌控地狱的恶魔也会跟着死亡。换句话说，如果我建造的地狱有问题的话，就需要巴罕穆克来负责。巴罕穆克点了点头，表示没错，但是你不需要有压力，如果我会死的话，我必将在那之前先碾碎你的灵魂。听完我不由得抖了抖，没想到恶魔如此残忍。接着巴罕穆克打了一个响指，天空之中一道红色的闪电劈下，顿时我的电脑上布满了电流。下一秒，屏幕上面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游戏，我的地狱。巴罕穆克告诉我，今后就用这个游戏来建造。随后我不吃不喝花了7天，建造了一座雄伟的地狱，而我早就想好了名字，背叛。之所以要取这个名字，是为了关押我的母亲。其实她并不是我真正的母亲，而是我的后妈。因为她的出血，我的母亲每天受尽屈辱，最后被父亲赶出家门。自那之后，她每天在家指手画脚，对我更是百般刁难。不过现在地狱刚建好不到1小时，要想把她关入地狱是不可能，因为在这1小时里她没有犯下背叛的罪行，那么就只能耍一点小手段。这个女人嫁给我爸就是为了钱，于是我故意在她面前装的懦弱，告诉她只要能立刻离开我爸，我就给她10个亿。闻言，女人一脸兴奋，要是有了这10个亿，就能到世界各地去潇洒。我带着她来到密室的保险柜前，这些就是我们家全部的钱。见状，女人满心欢喜，立马开始打包，甚至到国外的逃跑路线都已经想好了。然而她不知道的是，我已经悄悄地开启了地狱之门。下一秒，红色的能量在房间里撕裂，我没有任何犹豫，开启了钥匙，面前赫然出现了地狱的大门，无数的触手从门中涌出，直接将犯罪的女人死死缠住。女人还没来得及反应，瞬间就被拉入到地狱的烈火当中。接着，砰的一声，地狱之门关闭。巴罕穆克看到这一切非常满意，询问我要不要欣赏一下女人在地狱的场景。此时的我浑身都在颤抖，但我不是在害怕，而是在高兴，这一切太刺激了。随后我穿上了格格不入的西装，打算去学校寻找下一个目标。但没想到的是，刚在教室里坐下，猎物就出现了。他们是学校有名的校霸，每天专门欺负一些弱小的人。他们把我带到厕所里面，让我上交这个星期的保护费。但凡我有稍许迟疑，就会迎来一顿胖揍。不过没关系，他们还不知道的是，今天就是迎来他们噩梦的开始。别看这几个人整天混在一起是铁哥们，但他们相互之间并没有信任感。单单只是这样还不足以成立背叛的罪名，因此在这次的狩猎中，我依然要耍点小手段。随即我就把手伸进西装内的口袋，直接掏出一沓钱，这里是500万，想要就为我做一件事，我不能白白挨一顿揍。金城焕听出了此话的意思，这是要针对他，当即就要冲过来准备暴打我一顿。可就在他动手的同时，却被绿毛夹住胳膊阻挡下来。只见绿毛缓缓地捡起地上的一沓钱，表示他能以这么可笑的方式拿出500万，也就说明还能拿出更多的钱。所以你想让我们帮你做什么事？闻言我笑了笑，鱼儿上钩了，只要让金城焕和我一样被暴打一顿，那么你们想要多少钱都可以。此话一出，众人都用贪婪的眼神看向金城焕。为首的壮汉直接把胳膊打在金城焕的肩膀上。金城焕立刻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挣脱壮汉的手臂，害怕的躲在角落，嚷嚷着让他们别乱来。可绿毛才不管，直言大家都想挣点零花钱，怎么你不愿意？闻言，金城焕还想做最后的抵抗，一把抓起我的衣服，你算什么东西，竟敢拉我下手？听到这，我更加兴奋，来吧，让你尝尝被朋友背叛的滋味。听到这话，金城焕更加暴怒，就要动手的时候，却被人抓住了脖子。壮汉直接将他扔飞2米半。这时绿毛来到金城焕的面前，毕竟我们拿了他的钱，所以金城焕，从你这边开始下手才算合理。接着就是一脚踢在金城焕的脸上，几个人迅速围在一起开始围殴。不到5分钟，金城焕已经打成了猪头。看到这，我知道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随即我掏出开启地狱之门的钥匙，顿时房间就发出滋滋的能量波动。下一秒，地狱之门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无数的触手从地狱的深处飞出，几人瞬间被死死的缠住。就在3人要被拉入地狱时，绿毛却一把抓住了大门，苦苦哀求让我放过他。可等来的只有冷漠。我将他的手指一根根掰开，直到他完全被拉入地狱。在一声声的惨叫中，地狱之门紧紧关闭。此时的金城焕躲在后面瑟瑟发抖，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来到金城焕的面前蹲下，拿起地狱之门的钥匙晃了晃，告诉你个秘密，刚刚我打开的是地狱之门，因为前不久我拿到了可以开启它的钥匙。说完我便转身离开。不过就在我要走出大门的时候，裤兜里的钥匙突然掉了出来。金城焕呆呆地看着钥匙，回想着地狱之门用钥匙开启的画面。下一秒，如同疯狗般向钥匙飞扑过去，牢牢将钥匙捏在双
双手中，甚至扬言要把我埋葬在地狱里。但等他看清楚手中的钥匙，他整个人都傻了。这明明只是一把普通的钥匙。此时我拿着地狱钥匙缓缓来到他身旁，刚刚掉下来的是我房间的钥匙。金城焕还想再挣扎一下，随后厕所亮起一道红光，金城焕被送下了地狱。看到这里，巴罕穆克都忍不住赞叹：原来你在最后也设下陷阱，人类，这真的是一场精彩绝伦的骗局。回到家中，我呆愣地坐在沙发上，巴罕穆克把头伸出窗外，告诉我：来了来了，他来了。而此人就是我的下一个目标，我的亲生父亲。而眼前的父亲就是他的目标。我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每天对母亲拳打脚踢，甚至让小三住进家里。就在刚刚，我爸回到家中就嘲笑我软弱无能，但他不知道的是，地狱之门的钥匙已经有了反应。不过我并不惊讶，因为他身为保险公司的大老板，每天都会欺骗那些购买保险的人，今天也是如此。接着我将地狱之门的钥匙对准父亲，钥匙上的骷髅头燃烧着一抹火焰。父亲见状以为我又在发疯，举起手臂就要给我一耳刮时，我冷漠地注视着他，没有任何犹豫，转动了钥匙。下一秒，我的面前就出现滋滋的电流，把他吓得呆愣了。紧接着，地狱之门缓缓打开，还没等他有所反应，无数的地狱触手快速向他飞去，死死地将他缠住。他还想再挣扎一下，但为时已晚。哐当一声，地狱之门应声关闭。我爸被囚禁在地狱的最深处，和他关在一起的还有恐怖的家椰子。巴罕穆克看到这一幕后，露出满意的微笑。不过这也让巴罕穆克更加期待我接下来的计划。但我并没有着急告诉他，而是默默地拿起一旁的手机，因为在这几天里接连失踪很多人，警察迟早会来找到我，所以我决定直接去警察局报案。本以为我谎称爸妈失踪就能轻松躲过警察的排查，但事情显然没有我想象的这么简单。之前学校里的校霸一伙人失踪，他们的家长也来报案，这也引起了警察的高度重视。由于他们生前最后接触到的人是我被警察认定为重大嫌疑人。不管他们在审讯室里如何逼问，我都没有丝毫慌张，甚至还觉得有些刺激，因为警察找不到任何的证据。毕竟我和失踪者只是有过接触而已，并没有人看到过我打开地狱之门，当然也无法找到尸体和凶器。法律没有简单到可以让警察仅凭这一点就逮捕我，所以我应该很快会被放出去。然而，就在我认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时，殊不知此时的审讯室外，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正在看着这一切。他是这个地区的重案组刑警浦上时，是专门为此次案件而来。他让刚才的审讯员把摄像头关掉，打算单独和我聊两句。本以为他会和别的审讯员一样，只是问下事情的经过，可没想到他只是说了一句话，就吓得我差点大小便失禁。小子，我知道你的确没有杀了他，你只是把他送进了地狱。闻言我强装镇定，实则慌的一批。我知道眼前的人绝不简单，但没想到还是被他看出端倪。只见他拿出一串钥匙在我面前晃了晃，他告诉我地狱的工程师不止我一个，刚才也只是在试探，没想到你会这么容易上钩。闻言我被吓得不敢说话，他行为太出乎我的意料，都没来得及演戏就被看穿，这就是身为刑警的敏锐直觉吗？还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才故意接近我？反正不管怎样，他已经确信是我干的。如果情况不妙，我只能把他也送进地狱。不过这也只是最坏的打算，毕竟他也是地狱工程师。就在此时，我的身旁出现一道火焰漩涡，从漩涡走出的正是巴罕穆克，而普尚时的身后也突然出现了一人。只见一位身穿披风的恶魔出现，他是加尔加，也是掌管地狱的上等恶魔。巴罕穆克告诉我，这个游戏现在才算真正的开始。原来我在警局报案的时候，巴罕穆克收到大恶魔路西法召唤，可刚来到此处他就震惊了，被召唤的不止他一人，12名掌管地狱的上等恶魔全部到齐。要知道平时这些恶魔只会相互提防，从不见面，此时聚在一起定有大事发生。巴罕穆克还想问问怎么回事，路西法只是一个眼神释放的威压就足以让巴罕穆克喘不过气来，因此他也不敢再问，只能乖乖坐下。之所以召唤他们，路西法决定玩一场血腥的死亡游戏。不久前，路西法召集了12位上等恶魔，并赐予了他们建造地狱的权利，而这些恶魔都选择了让人类来帮助他们创建。因此路西法决定让这些人类来一场把对方关进地狱的游戏。同时路西法也制定了2个规则，恶魔们不可以使用路西法赋予的全能，但可以用自身的能力帮助人类，并在此范围内给予最少的帮助。除此之外，不管用什么卑鄙龌龊的手段都无所谓，只要能把对方囚禁到自己的地狱就可以。路西法之所以这么做，是想要建造出完美的地狱系统。听到这，我总算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场游戏会越来越有意思。此刻加尔加拍了拍普尚时的肩膀，放了他吧，如果放了他，说不定还会替我们消灭其他地狱拥有者。但朴尚时知道，就算他不说，自己也会这么做，因为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根本没办法证明我的犯罪事实。那么接下来就该是地狱工程师和其他恶魔之间的战争。可没想到，刚回到家中，就有一位女孩找到我，她半夜来到我家门口，将自己的中路打开。出于好奇，我没忍住用家里的监控多看一眼她的防御塔。可没想到，就是这一眼，就差点小命不保，因为女孩正提着一把1米半的大铁锤，吓得我赶紧让她离开，并威胁她再不走我就报警。但女孩根本不听，举起半吨重的大铁锤对着门把手就是一记重锤。
听见哐当一声电子锁音声碎裂，这把我吓得心里咯噔一下。听见响动的巴罕穆克也从房间赶来，他嗅到了死亡的味道，这股紫黑色的气息就是对方散发出来的杀意。看来这个女孩是来杀我的，顿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平日我只宅在家里不出门，根本没有做过什么足以让陌生人上门取命的事。那么就只有一个原因，这女孩和我的身份一样，都是地狱工程师，是来猎杀我的。我仔细回想了下事情的经过，她只是在电子屏露出一个部位就可以定罪的话，那么这个罪名必定是偷窥，而我的钥匙是背叛，必须是对方背弃才能成立的罪名。显然这个女孩还没有构成，那么这次依旧只能耍一点小手段。这时的大门已经快到极限，很快就要被破开。我径直来到大门口坐下，并告诉她：喂，妹子，如果你现在进来的话，会立刻掉进我的地狱。切，放屁，老娘可不是这么好糊弄的，你都被逼到绝境了，还想吓唬我？你应该知道，我现在不停的砸门，这就说明我已经满足开启地狱之门的条件。话音刚落，又是对着门锁来了一铁，这一击也让电子锁碎裂下来。就在女孩要把门打开之时，我强装镇定，并再次提醒她：不怕死，你可以进来试试。闻言，女孩懵逼了，她不明白眼前的人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跑？最少她也应该害怕的颤抖。此时的门外就像空气都宁静了，无比安静。要知道她现在进来，我铁定完完。直到现在都没有反应，这就说明她犹豫了，有戏。接着我继续往下说，你是不是很想知道我为什么不逃跑求饶？那是因为我的钥匙开启条件是侵犯。听完此言，女孩不敢再动一下，她知道我很有可能在赌。女孩不敢开门，但是女孩转念一想，万一她说的是真的呢？于是，在脑中模拟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如果我真的在打开这扇门之后，对方满足启动钥匙的条件，那么我会直接掉入地狱。如果把钥匙放进被砸坏的门把手里启动，这样也会构成侵犯之罪，只能落得玉石俱焚的下场。如果就这样撤退的话，女孩也非常吃亏，因为我已经掌握了她的钥匙开启条件。从长远来看，这很有可能会成为她的致命弱点。也就是说，这是一盘将死之局，无论女孩选哪一个办法，风险都很大。就在她左右为难之时，我提出一个大家双赢的办法，我们结盟吧。女孩闻言发出可笑的声音，要知道活在最后的只能有一个，没有共同胜利这个选项。你说的也没错，但至少在处理掉其余的10人之前，我们是可以维持同盟关系的。不然你有信心独自面对10名不知罪名的参与者吗？闻言，女孩也认可了我所说的话，毕竟这个游戏越是往后越难以孤军奋战。再者，我已经知道女孩的钥匙触发罪名，以后再和我相遇的话，女孩也很难取胜。想到这，她回头想询问下萨迪乌斯的意见，可萨迪乌斯一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女孩也是逼得没有办法，只能答应。接着我告诉她自己的电话号码，并建议她先回去，后面可以打电话联系。因为刚才的砸门声在公寓里引起了骚乱，警察应该很快会来。女孩在记好电话后暗自啧舌，这小子还真不是一个能轻松搞定的人。难道说地狱使用者们都一样厉害？等女孩刚离开，我身体直接瘫软在地。没想到游戏刚开始自己就差点没命。巴罕穆克看到这一幕后露出满意的笑容，人类，你竟然能在一瞬间就想到应对的方法。对此我不得不提出表扬。事后女孩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表示同意结盟，但是要是敢背叛她的话，她就杀了我。看到她这么说，我脸都要笑烂了。要知道打破结盟的话，我的背叛地狱才是最大的受益者。与此同时，古上时利用警局的电脑也在找其他的地狱工程师，而一旁的小弟告诉他，我所在的大楼有人报警，声称楼上有人在打架。但等警察上门寻找肇事者时，我谎称没有事情发生。闻言，朴上时顿时知道发生了什么，随即打开了警察带回来的监控录像。就算是个脑瘫患者，也知道这女孩是个地狱工程师。为了更了解我，朴上时决定派他的小弟跟踪我。画面的另一边，一位老者正在跪在白衣男子的面前，苦苦哀求白衣男子放过他，可等来的只有死亡。他告诉老头，有时候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罪，您这么无能还浪费氧气，让他根本无法忍受。随即他转动地狱之门的钥匙，第一位地狱创造者出局，而和老头绑定的恶魔也跟着一起开始消散。消散前，恶魔还想再逼几句，但还没说出一个字来，就被一脚踩得烟消云散。真是个无能的恶魔，偏偏给自己也挑了个如此无能的人。白袍男的绑定恶魔鸟爷见状暗自啧舌，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该侮辱上等恶魔的尸体。怎么你有意见？如果你不想变成这样，就给我好好干。此话一出，鸟爷也被吓得不敢再多说一句。见此一幕的白袍男很是高兴，笑嘻嘻地表示，我跟你开玩笑的，我们可是伙伴。现在还有10位地狱工程师，只要干掉那些家伙，我就一定能建造出真正的乌托邦。与此同时，我已经在家里开始摆烂，每天不是在家里打游戏就是睡觉，就这样颓废的在家里过了3天。而一旁的巴罕穆克都忍不住问我，小子，虽然你现在建立了联盟，但这段时间你什么都没做，这样你可活不到最后。闻言，我放下手中的披萨，表示我知道你很希望我马上出去干掉那些家伙，但这场游戏并没有表面上这么简单。首先，游戏越是往后就越没有休息的时间，更没有办法收集资料。你想想，到时候被人追得满街跑，还能睡上一觉吗？
其次，等到大家的耐心消磨殆尽之后，一定会出现忍不住出手的家伙，因为总有一些傻瓜认为，比起战争的胜利，战斗的胜利更加重要，所以狩猎就等到我成为大家的目标之后再行动。话音刚落，暴力女孩就打来电话，小子，说好的结盟，可结果你消失了3天，你到底在搞什么飞机啊？闻言我淡淡的回复，你不懂，其实我这样做是一种战略，要是有人像你一样闯进我家之后，犯了侵犯之罪而丧命也不一定吧。切，你还真能找借口。给你说个事，最近这几天里发生一件大事，我把链接发到你的手机里，看完后我们尽快见个面吧，因为这件事需要我们一起行动。说完便挂断了电话。看到短信我连忙打开网址，里面是一段视频，视频是一位黄头发的女孩录制的，女孩名叫佳佳卡，她说自己也是个地狱工程师。为了表示视频内容的真实性，她还展示了地狱钥匙，并且公布了自己家的详细地址。她想通过这个视频将12位地狱工程师全都邀请到自己的家里，而且时间就定在今天晚上。视频看到这里就结束了，看完我知道这是个机会，如果大家都参加就能掌握更多的资料。随后我和徐明彩约在人流量非常多的地方见面，可刚坐下，朴尚时就带着恶魔加尔加朝我们走来，他二话不说拉开凳子直接坐在我两个中间，直接亮出已经满足启动条件的地狱钥匙。但我不明白的是，自己在哪一瞬间构成的罪名？平时就连扔垃圾这种小事都是按照要求分类，就连最爱看的小电影都通通删掉，甚至在没有任何车的情况下过马路，我都始终等待红绿灯。这时，我的大脑正在以每秒10万次的速度开始运算。记得上次在警察局的时候，朴尚时的钥匙是没有反应的。既然我没有触发罪名，那么只能是对面的女孩。这也导致我下意识地看向徐明彩，但看她的样子也是一副摸不着头脑的样子。想到这，我的脑袋轰地炸开，立刻起身让徐明彩跟我到外面去聊。朴尚时见状顿时大怒，小子，你是听不懂吗？不想死就给老子坐下！呵呵，别装了，你只是炸火而已吧。此话一出，朴尚时顿时心里咯噔一下，见他慌了，我知道猜对了，你是不是把犯罪的人提前安插到了这家咖啡厅？说完，我的目光看向后面的壮汉，他浑身颤抖，哆哆嗦嗦，明显很紧张，并且面前放着等待取餐的提示铃，显然是刚来不久。接着我拍了拍壮汉的肩膀，不用装了，你已经穿帮了，没有演戏的天赋就不要硬逞。接着我又看向朴尚时，这种手段对付一般人还可以，但想要骗过我还差点。论完手段你不行。听到我这么说，徐明彩顿时站了起来，怒骂朴尚时是个混蛋。壮汉见身份被拆穿也不装了，在朴尚时耳边嘀咕几句后，害怕自己遭殃，转身就跑。朴尚时见自己制造的局被打破，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还笑出了声。小子，你比我想象中的要厉害不少，看来上次在警察局被逼入绝境，才没让你发挥出真正的实力。闻言我倒吸一口凉气，根本看不出朴尚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可没想到他忽然起身，一脸笑呵呵的拍了拍我和徐明彩的肩膀，表示我总不能和一些没脑子的人结盟吧，来先坐下聊，因为我有个很好的提议。虽然朴尚时换了一副态度，但我和徐明彩并不信任他，然而我却没有立刻拒绝他，因为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的身份。身为刑警，他能够以案件基础推理出地狱使用者。另外，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他还可以使用刑警的身份强行拘禁或跟踪某个人。也就是说，我和徐明彩只能使用地狱能力这一张底牌。但朴尚时从一开始就手握2张牌的存在，如果是这种人提议结盟的话，的确有值得合作的价值。还有，对于今晚的战斗来说，人数决定了胜利的关键。想到这，我向朴尚时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我们必须知道你钥匙的启动罪名。闻言，朴尚时表示这个不行，但他可以给我们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说罢，朴尚时就从上衣里拿出一个黑色的笔记，表示你们送进地狱的人数只有个位数吧，但到目前为止我一共送进去了117名。此话一出，我和徐明彩被震惊的说不出话来。要知道这个数字我连想都不敢想。朴尚时接着说道，在送进地狱的这些人，他详细的记录了钥匙启动的情况，比如一次性能送多少人进入地狱，还有钥匙最多可以在距离目标几米远的地方使。这些数据都可以作为结盟条件给我们，但你们要在今晚的佳佳卡团战中站在他这边。随后我和徐明彩接受了他的提议，并收下了他提供的笔记本。然而就在我俩刚离开的时候，恶魔加尔加就出现在朴尚时的身后。这样做是不是暴露的太多了？要知道收集这些数据费了不少心思，朴尚时却不以为意，表示这些数据都经过处理，重要的部分都已经修改过了。如果在关键时刻那2个家伙背叛我的话，我就可以张大嘴巴把他们吞下去。此时已经到了晚上，距离佳佳卡所公布的时间不到4小时。为了更好的应对今晚的事情，我提议徐明彩利用恶魔的能力追踪下附近的地狱工程师，如果能优先掌握他们的位置，就能提前做好准备。但徐明彩却表示自己的能力很鸡肋。只见他起身在地上捡起一根树枝，在地上给我画了一个图案。他的能力是共享，共享离我最近的追踪对象是9。简单来说，就是在追踪对象地狱使用者时，他只能侦查出离自己最近的地狱使用者的位置。现在我和徐明彩距离最近，所以现在没什么用。随即我又问用一次技能多久恢复，他表示12个小时使用一次，并且每次只能用5分钟。之前他也
也用这个能力追踪到其他的地狱工程师，一共有2位。第一位是在机场里面他在办理入境手续，应该是一名外国人；另一位则是一名高管。当时他在公司召开会议，但很可惜的是，周围都没有镜子，所以不知道他们的长相。听到这，既然徐明采对我这么信任，我也把巴罕穆克能感知死亡的能力告诉他。如果我有死亡的危险，巴罕穆克就能立刻察觉并告诉我。如果好好利用的话，应该能预测还没发生的危险。随即我举起拳头，来，我们一起活下去。你也不想让那些被关在你地狱里的家伙们轻松解脱，不是吗？听到我这么说，徐明采回想起了一段不堪的过往。她的男友在深入交流的时候要求女孩玩点刺激，于是她把手机录像打开放在一旁。可没想到女孩第2天到了学校，就听见背后的同学议论自己昨晚的视频，储物柜上都写满了脏话，暴露狂，好脏啊，变态女。她知道是男友把视频传出去的。自那以后，徐明采便开始黑化我，最终和萨迪乌斯达成协议，变成了地狱工程师，将渣男送进了地狱。现在回想起这些事，他暗自发誓绝不会让地狱的人轻松解脱。讲到这里，徐明采狠狠地和我碰了一拳。与此同时，另外的3位地狱工程师也组建了联盟，但他们的联盟里3个人都处在不平等的关系当中，是被柳能寒所胁迫的。柳能寒是带头大哥，其余2人则是工具人。在柳能寒找到加加卡的地址后，也开始部署今晚的行动。他直接将车钥匙扔给了正宗彻，后面就由他来开车。而安恩惠被安排最先潜入加加卡的房间，说白了就是充当炮灰。闻言，安恩惠很不爽，还想逼几句，可看见柳能寒发光的钥匙后，也不敢再说什么。废物就该拿来当炮灰，给我记清楚，你们只是我的棋子罢了。如果想在地面上多呼吸1天，就听我的话。画面的另一边，我们3人在一处小巷子里碰头。现在来看，参加这场团战的一共有7人，但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加加卡才是隐藏最深的那个人。100亿人气的女网红，居然在直播中当众公布自己的家庭住址，而她之所以这么做，是想把找上门来的粉丝全部杀死。为了以防万一，她还在小区和街道上都安装了监控探头，无论是谁路过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结果当晚就有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加加卡楼下，而车上的人正在观察着进攻路线。查看好位置后，柳能寒让安恩惠2人潜伏进去打头阵，可安恩惠也不是傻子，这明显就是拿他们去当炮灰，还想推脱一下。可柳能寒已经等不及了，随即开始给他们洗脑。你们应该知道我已经把一个地狱使用者送进地狱了吧？把老头送进地狱后，我才知道可以获得对方的能力。2人听完惊的眼珠都快要掉下来。安恩惠心想，如果这是真的，在前期快速增加其他能力，后面肯定有不少好处，而且手里的底牌多了，就能摆脱柳能寒的控制。此时正宗彻也开始盘算，心想自己要是获得额外能力，先不说能不能从柳能寒身边逃走，至少也能和他平起平坐。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一切都是柳能寒的手段，只是为了让他们乖乖听话而制造的骗局，根本不会获得其他能力。就算柳能寒亲手解决掉这2个人，他自己也得不到任何好处，倒不如拿这些家伙试探下其他地狱工程师的能力，之后根据那些信息寻找地狱工程师的弱点，使那些地狱工程师成为他的奴隶。以后只要反复进行这个过程，直到只剩下柳能寒和他自己的奴隶，最后柳能寒只需要把奴隶干死，那么他就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想到这，柳能寒都为自己完美计划笑出了声。不过在行动开始前，柳能寒从上衣里拿出一个微型摄像头，让他们带着这个进入加加卡的房间。不久后，加加卡还在屏幕前悠闲地躺在椅子上看监控时，殊不知窗外一个黑影闪过，紧接着窗户被破开，安恩惠从外面跳了进来。这操作把加加卡都吓懵逼了，这里可是1000层。原来安恩惠为了出其不意，选择了用吊绳从楼顶往下跳。此时安恩惠的地狱钥匙已经亮起，她没有任何犹豫，开启了自满地狱。眨眼间，成千上万只蝙蝠从安恩惠的脚下飞出，最终在屋顶上形成了一只巨大的蝙蝠。小丫头，你沉醉于自己的能力，把自己的地址告诉别人的行为已经构成自满，坠入地狱吧。随即安恩惠转动了钥匙，无数的骷髅手臂从蝙蝠门中飞出，这些手臂将加加卡死死地抓住。可就在骷髅手臂要将他拖入地狱的时候，这些手臂却突然松开了控制。见状，安恩惠和他的恶魔都懵逼了，还以为是钥匙出了问题，但问题出在加加卡的身上，因为被抓的根本不是加加卡，而是他的恶魔真机匠人。此时安恩惠身旁的衣柜被打开，加加卡露出一抹阴险的笑容。侵犯地狱开启，下一秒，一根粗大的绳子直接套在安恩惠的脖子上，还没等他有所反应，直接被拉进了侵犯地狱。临死前，他的记忆就像跑马灯一样闪过。那时他还是个天天练习唱跳的练习生，可他已经默默努力了快10年，却因不想被领导潜规则，领导居然把今年出道的机会让给了一个刚来不到2天半的新生。安恩惠很不服，明明自己才是最出色的，凭什么让一个刚来的小丫头先出道？闻言，领导一脸不悦，表示这都是上面的决定，明眼人都知道这里面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事后，安恩惠只能无奈地躲在楼梯间哭泣。这时身后递过来一张纸巾，来人正是刚才出道的小丫头。本以为小丫头是来安慰安恩惠，
可没想到一句话就让安恩惠彻底破防了。姐姐，你还是放弃当爱豆，另谋出路好了，毕竟你的年纪都快赶上我妈了，被称为爱豆还有点尴尬呀。也就是这番话，安恩惠彻底死心了，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她知道小丫头是被总裁看上才出道的，然而就在安恩惠为自己的命运感到不甘的时候，她房子里的灯突然发出紫色的光芒，恶魔般皮尔来到她的面前，赐予了安恩惠能够开启地狱的钥匙。但就在上次面对柳能寒的时候，钥匙却没有任何反应，也就是说柳能寒没有任何地方自满，这也导致能力被柳能寒看穿，做了他的工具人。此刻安恩惠才幡然悔悟，被柳能寒那种危险的家伙利用，自认为还能活下来，这不是也是自满吗？这个加加卡的地狱之门关闭，安恩惠死亡，恶魔般皮尔也开始慢慢消散。就在加加卡还在为此感到兴奋时，殊不知房间发出的绿光早已经被我察觉，这是地狱之门的光芒。之前朴尚时的笔记本上有记录，地狱钥匙开启后，要想再次开启，需要等待1分钟的冷却，也就是说，在这1分钟内出现在加加卡面前是绝对安全的。就在我纠结要不要去打探情报的时候，一只大手突然抓住了我的肩膀，顿时我被吓得差点摔倒。原来是朴尚时，他表示我进去的话肯定什么情报都拿不到，但要是他去就不同了，只要我向身为警察的他报案，就说路过这附近时听到大厦里面有女生尖叫，还看到了闪光。闻言我瞬间秒懂，他这是想以警察的身份进入调查，不管谁在刚才的绿光中存活了下来，都无法把前来查案的刑警送进地狱。就算真的把警察送进了地狱，那么剩下来的人也会被当作嫌疑人逮捕。想到这里，我表示需要我和徐明彩做些什么，你们只要阻拦其他地狱工程师进入这栋楼，其他的他来处理。说罢，朴尚时就朝楼上走去。看到这里，我知道朴尚时将成为我最大的敌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制定完美的作战计划，可想而知他头脑不是一般的强，所以我心中有了些盘算。与此同时，柳能寒也看见安恩惠被送进地狱的一幕，不过这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毕竟柳能寒已经摸清加加卡的钥匙能力。他直接扔掉手中的平板电脑，让郑宗彻跟着他准备上楼抓住加加卡。就在他俩要靠近大楼的时候，我通知徐明彩让他用恶魔能力查探下他们是不是工程师。看过前几集的都知道，两人都是地狱工程师。闻言我被吓得大脑一片空白，一个人还能想想办法，两个人就算我运气好开启地狱之门带走一个，另一个也可以把我送进他的地狱。现在我必须保持冷静，对方还不知道我是地狱工程师，那么这次只能耍点小手段。地狱之主路西法要玩一场刺激的游戏，他把12把掌管地狱之门的钥匙赐给了人类，让人类利用钥匙的能力相互残杀。为了提升游戏的刺激性，每把钥匙上都绑定了上等恶魔手指，并且让恶魔们给人类提供一种特殊异能。就在刚才，我发现楼上就有人使用了钥匙的能力。为了收集有用的情报，我的伙伴利用警察的身份上去查看，而我则留下来守住楼下的大门，避免有其他掌管地狱钥匙的人上楼。可伙伴前脚刚走，就有2位掌管地狱钥匙的人也要上去。为了阻止他们，我直接来到他们的面前。好意思，你们现在不能进去。听见这话，柳能寒二人直接呆住了，开始怀疑我也是地狱工程师，但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从现在开始，我要不停地和他们说话，给楼上的伙伴争取时间。不过柳能寒首先想到的是，我很有可能是加加卡的同盟，但很快他又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加加卡的钥匙是侵犯地狱，不可能派人在楼下阻止其他人上楼，那么只能是第三方势力。但这也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在我们上楼的过程中在背后偷袭。难道这小子不是地狱使用者？眼见目的达到，我表示这座楼有人报案，声称在7楼听见有女孩在呼救，所以这里暂时禁止入内。闻言，柳能寒也不敢轻举妄动，千算万算也没能算到邻居会报案。但问题又来了，柳能寒看我这瘦弱的样子，怎么看也不像警察，更像是个瘾君子，而且我连警察证也没有向他们出示。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我必须率先出手。于是我直接拿起对讲机，故意说道：“朴警官，情况怎么样了？”朴尚时听我这么说，立刻反应过来我这是遇见麻烦了，于是在对讲机回复马上下去，表示楼上的人只是在玩恐怖游戏。闻言，柳能寒和郑宗彻还是有些疑虑，可我不会给他们发问的机会。我立马笑嘻嘻的表示，我的上司马上就会下来，有什么问题的话待会问问他。话音刚落，1楼的电梯门打开，朴尚时赶忙朝我挥挥手打招呼：“2位久等了，现在你们可以上去了。”说罢，朴尚时就从口袋里掏出警察证件给他们看，这下彻底打消了他们的疑虑。柳能寒一脸笑嘻嘻的回应：“配合警察，这都是每个公民该做的。”随即2人赶忙上了电梯，可来到加加卡门前，柳能寒就换了一副嘴脸：“小主播，我给你提一个建议，来当我的狗吧。”闻言，加加卡血压飙升，大便吃多了吧？来这发疯！你刚才干掉的那个女人就是我派来的狗，我已经知道你的钥匙是侵犯地狱了，只要我不进去就不构成侵犯。闻言，加加卡慌了，但越是到这个时候越要镇定，只要我不出去，你也拿我没办法。呵呵，说的也对，但我要是找几个人轮流监视你，只要你一出门，我就会亲手宰了你。就算你不出来，你觉得家里的生活品能够撑几天？如果叫外卖能撑几个月，但1年2年你又当如何？闻言，加加卡摆出一个友好的手势：“滚吧，老娘就算死在这里也不会出去。给脸不要脸，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多久。”然而加加卡还没有到1周的时间，家里的外卖垃圾已经遍地都是，房间里的电也被人切断，就连自来水都被人污染，这都不算什么。更可气的是，报案警察都以为是
士恶作剧，加加卡就要被逼疯的时候，有人从门缝里塞了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你要是想放弃了就给我打电话。结果可想而知，加加卡隔天就放弃了抵抗。与此同时，这几天我都在拼命锻炼身体，并且只吃有营养的食物来提升身体机能，还拜托朴尚石调查下柳能涵和郑宗澈。可没想到柳能涵不是一般的人，31岁就坐上了董事长的位置，甚至还出版过自传。他不仅善于分析形势，还能通过小手段就能将整个局势扭转，成为以他为中心的方向发展。在死亡游戏进入后半段，不管是我们也好，别人也罢，都必须尽快干掉这个家伙，否则我们都会陷入危险之中。闻言，朴尚石点点头，确实，既有社会地位，又有花不完的钱，就连头脑都这么聪明，的确很危险。说罢，他又拿出郑宗澈的资料，他是一名建造设计师，而且是个老光棍，除了这些没什么别的事项，很大概率是被柳能涵所胁迫的。在和朴尚石交换完信息后，刚回到家中就收到徐明采的电话，他告诉我在 C 区发现了地狱工程师。闻言，我立马提醒他不要打草惊蛇，只要记住样貌和所穿的衣服就行。可徐明采想再靠近一些看清对方的长相，他猜测对方还不知道自己是地狱工程师，等于敌人在明他在暗，但我觉得这样做还是风险太大。刚想让徐明采放弃，但他却直接摘掉了耳机，混在人群当中慢慢靠近目标。不久对方就拐进了一个小巷子，而徐明采也解开了衣服上的扣子，心想只要是个男人，自己稍微露一点点给他看见，那么就能启动偷窥地狱。想到这，徐明采立马从背包里拿出地狱钥匙，随时准备下手，但下一秒他却懵逼了，对方停下了脚步，发出诡异的声音：小姐姐，你是在找我吗？徐明采这才意识到刀疤男一直都知道有人跟踪他，想到这里，他连忙看了看手中的钥匙，没想到徐明采的钥匙没有任何反应，这家伙居然对女人不感兴趣。等徐明采醒来，已经身处一间仓库，是刀疤男把他迷晕带到这里的，而自己的地狱钥匙和手机全都被他拿走了。现在徐明采一边等待我和朴尚石赶来救援，一边找看有没有机会逃出去，可周围都是水泥墙，大门也被锁链锁住。徐明采在地上捡起一块砖头，只能试试能不能把门砸开，可还没来得及尝试，就被变态男掐住脖子举在空中。他舔了舔胳膊上的血迹，小姐姐干嘛这么拼命？乖乖躺着就不会受罪。说罢就把徐明采扛在肩膀上，死变态，快放开我！小姐姐，你越是抵抗我越加兴奋。徐明采的守护恶魔萨迪乌斯实在看不下去了，直接出手阻拦，可没想到被变态男的恶魔黑骑士直接抓住。萨迪乌斯，你想破坏路西法大人定下的规矩吗？说罢，萨迪乌斯直接被黑骑士一把甩了出去，他只能看着徐明采被变态男揉虐。只见徐明采被挂在吊钩上，手臂和脚都被变态男用扎带死死绑住，但徐明采没有放弃，呐喊着：我的伙伴会来救我的。说完，他一口咬住变态男的耳朵。男人将眼前的女孩吊在半空中，然后露出一个猥琐的表情。小姐姐，我们玩点刺激的吧。说罢便推来一筐带血的管制刀具。徐明采心想，如果面具男是电影里的那种变态狂魔的话，他能活下来的方法就只有一个，绝对不能让面具男认为自己是个有意思的玩具。想到这，徐明采决定装晕来拖延时间，因为他相信自己的队友正在赶来救他。可没想到面具男根本不按套路出牌，直接从身后的车筐里拿起一把尖嘴钳，接着抓住徐明采的头发，二话不说直接用尖嘴钳向徐明采的眼睛插去。就在徐明采以为要完蛋的时候，窗外突然传来一阵警笛声，打断了面具男的动作。黑骑士非常疑惑，人类，你是被抓到证据了吗？不可能，我的犯罪现场永远都是干净的，估计是和我一样拥有特殊能力的地狱工程师。不过你不用担心，到时候只要使用你的能力就可以轻松解决。亲爱的，我们会永远在一起。此时的仓库外面已经围满了警察，朴尚石为了尽快救出徐明采，直接带了几个人进入了仓库里面。与此同时，我站在山上观察着这次行动。虽然这里有大批的警察前来营救，但仓库里弥漫的死亡气息越来越严重。果然，就在一名警察查看仓库情况的时候，刚走到一个拐角处看了一眼，他的身后就出现了一双漆黑的铁手，脖子瞬间被拧成了陀螺。出手的正是恶魔黑骑士。亲爱的，你的身体果然最棒，穿上之后我都能徒手干掉别人。人类，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的能力是吸收使用者的生命力来提供力量，你撑不了太久。啊哈哈哈，虚脱也没关系，我只感觉好兴奋。而此时的朴尚石发现，这个仓库密不透风，就连一丝光线也照射不进来，太过危险。打算联系队友撤退后再想办法，可呼叫了半天，对讲机始终没有任何人回应，显然队友已经遇到危险。再加上这黑漆漆的空间，这气氛瞬间让人变得更加害怕。此时朴尚石察觉有什么东西在缓缓靠近，他下意识地掏出警棍防身，可还是没发现黑骑士已经站在他的身旁。但凭借他多年的战斗经验，惊险地躲开了黑骑士的致命攻击，下意识举起手中的枪，朝黑骑士连开3枪。然而子弹打在坚硬的盔甲上没有半分效果。还没等朴尚石有所反应，黑骑士一记重剑劈下，惊险躲过后，朴尚石很是疑惑：加尔加，这是什么情况？不是说恶魔不能干预人类之间的战斗吗？恶魔是不能干涉，但这也可能是那家伙的特殊能力。你看他盔甲之下还藏着一张人类的面孔，这操作把朴尚石都看呆了。没想到游戏进行到一半会出现这样的恐怖的能力。眼看朴尚石的子弹已经打光了，他只能用警棍与黑骑士殊死一搏。可还没打上一个回合，朴尚石就被黑骑士一剑打飞了出去。可以看出他与黑骑士的战斗力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此时黑骑士缓缓来到他跟前，不断叫嚣：“还有人吗？如果没有的话，这场游戏就要结束了。”但此时朴尚实不甘心就这样倒下，他还有很多没有处理完的恶人。随即从口袋中掏出已经满足条件的地狱钥匙，不义地狱开启。可就在朴尚实转动钥匙的瞬间，却被黑骑士死死捏住手腕。只要转动不了钥匙，那么地狱之门就不会开启。随即黑骑士咔嚓一声捏断了朴尚实的手腕，地狱钥匙就这样掉在地面上。黑骑士冷笑一声，将钥匙踢飞出去，接着凑到朴尚实的耳边：“小警察，你是不是感到不公平？别以为耍点小聪明就能取胜，你可知道，就算科技再发达，也逃脱不了弱肉强食的道理。”说罢，黑骑士便一把将朴尚实从地上拖了起来，打算给他最后的致命一击。可就在他下手时却愣住了，因为我和巴罕穆克来了。虽然我装出一副很淡定的样子，但我的双脚却在不停的颤抖。毕竟对方是能轻松打败刑警的人，可我还是摆出一副要和他决斗的架势。你不就是靠着恶魔的力量吗？真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跟我打一场吧！听到这话的黑骑士气得牙根都要咬断了，恨不得徒手把我撕成碎片。随即他猛地快速朝我冲来，见状我丝毫不慌，因为我已经有了对策。随即我让巴罕穆克显示死亡轨迹，顿时我面前就出现了一坨紫黑色的气息。下一秒，黑骑士就从烟雾中冲了出来，全身穿戴盔甲的变态杀人魔却打不过一个文弱书生。原本我应该被他打得鼻青脸肿，但我利用恶魔的特殊能力，可以提前预知死亡的气息，在他每次攻击的前一秒，我都能巧妙地躲开。再加上我每天坚持锻炼身体，现在的体力有大幅度提升，只要找准机会，说不定我能打败他。连续几个回合下来，黑骑士连我的衣角都没触碰到，这让我更加确定能赢的信念。连续几个闪躲把黑骑士都秀傻了，他不明白自己用生命提升的力量为什么打不中。尽管我现在能熟练地躲避黑骑士的攻击，但要想给他致命一击根本不可能，毕竟他的盔甲就连子弹都无法打破，更不是我用拳头能解决的。此时身后的巴罕穆克提醒我：“小子，一味的躲避只会被慢慢耗死，找机会使用地狱钥匙。”不行，这家伙根本没有背叛的理由。不过我还有一张反败为胜的底牌。此时的朴尚实正朝他的不义钥匙艰难爬去，只要朴尚实捡起钥匙打开地狱之门，就可以除掉黑骑士。巴罕穆克也看出了我心思，不由得为我捏一把汗。他担心黑骑士看穿我的计谋。果然下一秒，黑骑士就看出了一些猫腻。他发现我一直在挑衅，但一点没有要打架的意思，只是一味的闪躲，像是在拖延时间。想到这，黑骑士一脸惊愕，他立刻停下了继续攻击的脚步，转身看向地上正在向前爬的朴尚实。眼看朴尚实就要拿到地狱钥匙，黑骑士彻底怒了，大口喘着粗气：“小子，在我面前耍小聪明，找死！”说罢便一个箭步朝朴尚实爆射过去。朴尚实见状没有任何犹豫，忍住全身剧痛，全力朝地狱钥匙猛扑过去，牢牢握住地面上的钥匙，随即将钥匙对准黑骑士。是我赢了。黑骑士一脸震惊，还想再挣扎一下，但为时已晚。朴尚实立刻转动钥匙开启地狱之门，下一秒不义地狱开启，从地狱深处飞出无数的锁链，眨眼间黑骑士的四肢就被锁链困住。谁曾想黑骑士居然还有反抗的力量，暴喝一声，使出全身的力气，用拳头砸向地面，将手臂插入地底，想借此阻挡锁链拖拽的力道，但这也只是拖延下死亡的时间而已。黑骑士不甘心的呐喊着，见状我直接冲到黑骑士的面前，一脚重重的踹在他的头盔上。就这样，黑骑士再也支撑不住，被锁链拖进了朴尚实的不义地狱。伴随着地狱之门的关门声响起，与黑骑士的战斗就此结束。随后我带着只有半条命的朴尚实去救徐明彩。徐明彩刚见到我们，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了出来。我告诉他已经没事了，那个变态我们已经把他送进地狱了。随后我通知了救援队。次日朴尚实就上了电视，报道英勇警察救出女大学生，而且他还隐瞒了黑骑士被送入地狱的消息。警方还发出了通缉令，变态杀人魔击杀警察，畏罪潜逃。不过这些事情在柳能涵面前都上不了台面，他很快就推敲出了事情的经过。在加加卡楼下的时候，朴尚实声称是 C 区的刑警，现在又怎么可能去 D 区救人？那么真相就只有一个，这个警察也是地狱工程师，追捕的变态杀人魔很可能已经被送进地狱。想到这，他拨通了手下的电话，让手下暗中调查下朴尚实，他想和这个朴尚实见一面。与此同时，我刚来到医院，朴尚实就告诉我一个惊天的大秘密。只见他从枕头边拿出一个笔记本，递给我，表示其实之前我骗了你们，结盟时交给你们的笔记本上我做了手脚，而这本才是记录所有正确的情报。此话一出，我整个人都呆住了。在这一瞬间，我脑海中出现一个念头，朴尚实已经构成背叛的罪名。果然下一秒，地狱钥匙发出激活的光芒，这就意味着我可以将朴尚实立刻送进地狱。前一天还是生死与共的好兄弟，现如今我却想把他关进地狱中，因为他欺骗了我，害得我差点险些丧命。刚来到医院，朴尚实就向我道歉，他表示在结盟的时候给我们的笔记本上有些重要数据被他修改过。此话一出，我的后背顿时生出一股凉意，同时脑中浮现一个不好的念头，如果他说的是真的，现在朴尚实相当于已经构成背叛的罪名，那么我可以立即将他送进地狱。再加上朴尚实还有着警察的身份，不管是身体强度还是智商方面，怎么看都是一个可怕的对手。在这场生死存亡的游戏中，他必定会活到最后，到时候免不了和我有一场大战。既然我现在知道他触发了罪名，那么我该彻彻底底的利用下他，还是说现在就把他干掉，然后再重新找别人结盟？想到这，朴尚实打断了我的思绪，发什么呆呀，快找地方坐下。闻言我表示有点内急，
先去洗手间回来再聊。刚来到厕所，我就连忙拿出地狱钥匙，果然钥匙已经触发开启的条件。小子，你们人类真有意思，明明是同伴却要提供假情报，你现在就要干掉他吗？不，我之所以选择背叛地狱，是因为我讨厌背叛。如果我今天背叛了朴上使，我应该会后悔一辈子，因为这样就和那些被我送进地狱的人毫无差别。还有，等我100年之后，要是因为今天的背叛，我被关进背叛地狱的火，岂不是又得面对被我送进去的那群混蛋？我可不想这样。随后我刚回到朴上使的病房，谁曾想柳能寒也来看望他，这把我和朴上使吓得心里咯噔一下。要知道这家伙可是我们的敌人。2位地狱工程师，你们是在想怎么把我干掉吗？什么地狱工程师？你来私人病房是有什么事吗？柳能寒冷笑一声，别装了，这伎俩骗别人还可以，在我面前就不要拿出来用了。此话一出，整个房间的气氛立刻变得紧张起来，而柳能寒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因为他来的目的是和我们结盟。不过他又是怎么发现我们是地狱工程师的？难道是在这次变态杀人魔的事件中看出了端倪？柳能寒一脸得意，小鬼，别猜了，你想知道我是怎么看出你们是地狱工程师的吧？其实只要稍微调查下就明白了。结果发现，小鬼，你根本不是什么刑警，而是一名学生。还有你身为刑警却不在自己的辖区，非要到别人的地盘办案，一个学生一个刑警，那么答案显而易见，你们2个只能是地狱工程师，并且已经结盟。还有这次你们2个一起行动，那就证明对方也是地狱工程师，后面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闻言，朴上时笑了笑，直接大方承认自己是地狱工程师，这操作直接把我和柳能寒搞懵逼了，谁都没想到他会承认。接着朴上时直言，我们可不想和正宗彻一样在你面前卑躬屈膝。柳能寒摇摇手，我想你们误会了，我要的是有能力的同盟。呵呵，你不是早就和正宗彻还有加加卡结盟了吗？别浪费时间了，说出你真正的目的吧。呵呵，其实正宗彻已经失踪了，要么他已经被干掉了，要么就是被绑架了。我想你们帮我一起抓住那个家伙，因为能在我没有丝毫察觉下对我的人下手，对我而言来说太过危险。来吧，我们结盟吧。我不会说什么将同盟维持到最后的愚蠢建议，也不觉得你们会相信这些鬼魔啊。至少在抓到那个家伙前，不要背叛了一次。此时我的大脑经过短暂的分析，柳能寒是个非常危险的家伙。能将他送进背叛地狱的机会很小，因为背叛地狱在使用中可用性极低，产生背叛才会触发开启条件。可能这次是个机会，先和这家伙结盟，日后再找机会让他背叛我们，就可以干掉他。想到这，我点了点头，同意了柳能寒同盟的要求。不过现在先说说要除掉的人有什么情报吧。柳能寒笑了笑，其实我也不知道对方的情报，但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如果对方在正宗彻口中已经获取到我的信息，那么他们一定会在我工作的时候下手，到时候我再明你们在暗，你们帮我抓住那个家伙就行，这就是我们同盟的意义。然而这件事并没有看上去的这么简单，对方是黑帮的大姐大蔡武珍，控制整个异国的黑暗势力。虽然天生残疾，坐着轮椅，但手下的兄弟不敢有丝毫不敬，因为他手段毒辣，做事从不留后患。他现在已经召集好兄弟，准备干掉柳能寒。熊小伙第一次给富豪当保镖，却遇见一群黑帮上门绑架，结果富豪不但不害怕，甚至还认为有点刺激。原来富豪早就做足了准备，他收到消息，晚上的宴会上可能有人闹事，他提前安排保镖换上宴会的服装混入其中。只见柳能寒打了一个响指，周围瞬间窜出几百名保镖，上来就和黑帮的人火拼在一起，战斗持续了10几分钟，黑帮的人也没能抓住柳能寒。蔡武珍知道绑架的事不能拖太久，于是让剩下的小弟全都进去帮忙。柳能寒见黑帮还有增援的人，转身就往别墅里走去。蔡武珍心想，派去的小弟可能不是柳能寒的对手，决定让自己的贴身保镖黄毛也去。下车时，黄毛口中冒出一股黑气，一看就知道是中了邪术，估计是受到蔡武珍的控制。原来蔡武珍的恶魔拥有附身的能力，可以附身在人类的身体上并控制躯体，从而使附身的人力量速度得到极大的提升，而且还不怕死亡，就算是手脚全断，又或者被人杀死，恶魔也不会受到半点伤害，直接再换一具人类的躯体再次附身，相当于打架无敌。就这样，黑帮的人终于冲进了别墅，但进来后发现这栋别墅非常大，光房间就有几百间之多，于是他们决定2、3人一组，分开搜索房子的每一处。结果下一秒，小弟就发现一处可疑的衣柜，打开发现里面藏了一位黄发女孩，手里拿着一把发光的钥匙。下一秒，房间散发出一道绿光，显然刚才的小弟已经被送进了地狱。他是地狱工程师加加卡，钥匙的罪名是侵犯地狱。所谓侵犯，必须是别人进入自己领地才算侵犯，所以早在之前，柳能寒就把加加卡的名字增加在房本上，只要有人闯入别墅就算侵犯。而且为了加加卡能够更好的发挥侵犯地狱的全能，柳能寒还特意把整个别墅又重新装修了一遍。现在这栋别墅就成了加加卡的游乐场，书房的小弟被杀，走廊上的小弟被杀，就连大厅的小弟也被杀。与此同时，柳能寒正一脸玩味地看着这一切，在这么多人中，他始终没有见到幕后主使者。而此时蔡武珍已经有撤退的念头，他发现进入别墅的小弟全都联系不上，只在对讲机中听见一阵阵惨叫声。他猜想只要不进入到别墅中就不会有危险，于是叫所有的小弟都退到庭院中。看到这，严胜基知道是时候出击了，他从怀中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耳机。朴尚时见状很是疑惑，他不知道严胜基接下来要干什么，而耳机的另一头正是徐明彩。徐明彩的恶魔能力是可以看到离他最近的地狱工程师，于是我一早便安排徐明彩围绕别墅周围跑。
这样就能变换位置寻找黑帮的幕后主使者。徐明采发现这里的地狱工程师除自己外，一共有5人：严胜基、朴尚实、柳能寒、加加卡，另外还有一个女人。由于徐明采钥匙的罪名是偷窥，所以无法把车上的女人送进地狱。于是严胜基决定让徐明采和他见一面。考虑到那女人不亲自出面，并且藏在背后指使，严胜基猜测他的地狱钥匙的罪名泛用性可能极低，也就是说他奈何不了徐明采，而且他的恶魔还在院子中。正当蔡武真在想怎么打破当前的僵局时，徐明采一把拉开了他的车门，直接坐在蔡武真的身边，接着掏出自己的地狱钥匙。蔡武真立刻意识到对方是地狱工程师，但他不明白徐明采是怎么找到他的。徐明采见他惊慌的模样，表示自己不会伤害他，随即从耳朵上取下耳机给蔡武真戴上，表示自己的伙伴想和他聊一聊。画面的另一边，严胜基告诉蔡武真，要想抓到柳能寒就要和他合作。蔡武真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答应了下来。接下来要完全听从我的指挥。首先，柳能寒邀请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要想进入别墅，就把这些人都带进去，然后让小弟每人挟持一个人质当挡箭牌。柳能寒不可能把这些富豪们都杀掉，而且那些富豪看见柳能寒是地狱工程师，他们会怎么想？要是这件事引起警察的介入，柳能寒这辈子都别想再走出牢房，所以他绝不会再使用地狱钥匙或者恶魔能力。与此同时，柳能寒见到这一幕，他慌了，他从未想到会有如此的局面，但很快他又冷静了下来，仔细分析了下当前的局面。一开始黑帮只会用蛮力解决问题，进入房间就2人分组行动，换句话说就是一直有人在背后操控这一切。不过从刚才的行迹来看，似乎幕后的主使者又换成了另一个人，能够对现场情况这么了解的人，那么只有在庄园内部。想到这，柳能寒站了起来，他要使用恶魔的异能，随即召唤出了恶魔鸟爷。鸟爷的权杖发出一道蓝色的光芒，地上浮现出一张看不懂的图案，伴随着一道强光闪过，柳能寒面前浮现了许许多多的画面。要知道鸟爷的恶魔能力是未来时，这个能力可以看见未来1小时内所发生的一切。虽然这个能力很厉害，但只能使用3次，到目前为止柳能寒也是第一次使用。就在此时，他在画面中看见严胜基带领黑帮冲了进来，最后被黑帮的成员一刀刺死。明白一切后，柳能寒气得青筋暴起，他立刻吩咐加加卡，不管用什么方式都要先把严胜基干掉。但加加卡接下来的回答让柳能寒彻底疯了，因为严胜基已经和柳能寒结盟，而这次的宴会严胜基也是柳能寒邀请进来的，所以严胜基不会触发侵犯地狱。听到这，柳能寒崩溃了，他怀疑严胜基从一开始就在计算自己。随即他看了一眼监控，在找到严胜基确切的位置后，他决定亲自去解决严胜基。他通知加加卡来一次声东击西，利用加加卡的恶魔真机匠人的能力，真机匠人变成柳能寒的模样，然后再去外面吸引那些人的注意，到时候他和加加卡就可以在后面开启地狱之门。果然这个方法很有用，所有的黑帮人员都收到发现柳能寒的消息，朝楼上赶去。然而真正的柳能寒已经在严胜基的背后，只听见他叫了一声严胜基的名字。严胜基一脸茫然，他不明白柳能寒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还不等他有所反应，柳能寒直接掏出了地狱钥匙对准了严胜基。而他之所以如此确定能100%干掉我，是因为他有2个确信。首先，第一个确信就是柳能寒非常确定我没办法将他送进地狱，因为他认为我的地狱泛用性极低。不管是之前的加加卡战略，还是我跟他在医院偶遇时，甚至是在这场慈善晚会期间，这些一不小心就会失去性命的情况下，而我却一次都没有使用过地狱之使。所以在柳能寒看来，我的地狱罪名就是垃圾中的垃圾。那么第2个确信就是柳能寒认为我已经犯下了他的无能之罪，因为我在不清楚他能力的情况下就贸然行动，还对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做出合理判断的他发起了挑战。所以现在在柳能寒心里，我不过只是个自以为是的废物罢了。然而当柳能寒将地狱之势对准我后，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什么情况？钥匙怎么没反应啊？鸡哥，这是为什么呀？那家伙明明要在未来唆使别人干掉我，而事先看破那家伙计划的我，不是更有能力吗？那家伙明明很无能啊！闻言，鸡哥沉默了，他也不知道该跟柳能寒作何解释。这时，一阵嘲笑的声音从柳能寒身后传来，哈哈哈哈！柳能寒，你看到未来了吗？这个能力确实很厉害，不过在你靠近我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受到死亡的气息，也就是说，我不会丧命于你手中。要知道，是否有罪取决于人类的行为，但只是想象了一下要干掉别人，就犯了害人罪吗？而且那本该在未来发生的事，现在已经被你扭转，所以我并不能构成犯罪。况且就算你看到了我会犯罪，但你也已经将那些事变成了不会发生的事。柳能寒，看来你从来没有好好使用过恶魔的能力啊！闻言，柳能寒顿时呆愣在原地，因为我说的都对，毕竟鸡哥的能力1年内只能使用3次，所以柳能寒为了最终决战一直都十分珍惜。而今天还是他第一次使用这个能力，但底裤都被看穿的柳能寒却还在嘴硬，那又怎样？你也无法将我送进地狱啊！然而下一秒，柳能寒便被打脸，我的地狱之势已经有了反应，随即我没有犹豫，直接转动钥匙开启了背叛地狱。见状，柳能寒还想逃跑，可身后的地狱之门已经打开。临死前，柳能寒不甘地呐喊道：“这不可能！明明我每次都做出了最佳的选择呀！”呵呵，所以你才会丧命啊，柳能寒，因为目光短浅的你只能看到眼前的最佳选择，
而且你会背叛我，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吧？等我话音刚落，无数条触手从地狱之门内探出，径直就朝柳能寒追了过去。随即还不等柳能寒反应，无数只触手便将他死死缠住。就这样，柳能寒成功被我送进了地狱。而当地狱之门关上的一刹那，鸡哥也开始逐渐消失。哈哈哈哈，干得好啊，人类！虽然已经解决了最大的麻烦，但现在还不是该庆祝的时候，因为这场慈善晚会还需要一些善后工作。柳能寒邀约来的客人们，还有蔡武真的暴力组织成员们，以及加加卡和朴阿伟被牵涉在其中的情况还没有解决，所以为此我必须再演一场戏。我先是用手抠了抠嗓子，故意把声音变得低沉，然后我给警察局打去了电话，救我！有黑社会闯入私人派对现场，还杀了人！闻言接电话的警察小哥赶忙向我询问了详细地址。而我之所以这么卖力的欺骗警察来做善后工作，一共有3个原因。第一就是快速整理现在混乱的局面，提前打乱蔡武真和加加卡的后续计划。第二个原因就是为了在这里削减蔡武真的暴力组织成员。经过警察们2分半的合力围剿过后，蔡武真的小弟几乎全部落网，当然被盖鲁宾波附身的小伙也一样。不过这时盖鲁宾波却突然发起反抗，通过可以附身到人类身上的能力，他直接转移到了押运他的警察身上。随即在警察一阵抽搐过后，盖鲁宾波成功占据了警察的身体。但他现在最担心的不是眼前被抓的小弟们，而是蔡武真的安危。想到这，他赶忙朝蔡武真所在的车子跑去。而这一幕刚好通过监控被我尽收眼底，于是我立马通知徐明才，让他离开蔡武真。接着徐明才取下戴在蔡武真耳朵上的蓝牙耳机，临走时还专门告诉蔡武真，柳能寒已经被干掉了，我的任务结束了，那我们下次再见吧，漂亮姐姐。随即等徐明才前脚刚走，盖鲁宾波便上了车。此时蔡武真心里忽然有些莫名的恐惧，因为在他的视角里，我居然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柳能寒送进地狱，所以现在我已经成了他眼里的危险人物。而与此同时，我正在摧毁别墅内的所有监控录像，不光扯断了监控上的所有数据线，还把显示器也砸了，最后又拿出灭火器，将所有我和柳能寒接触过的地方全都喷了一遍。这样做的目的也很简单，因为一旦让警察知道这里发生的事，他们一定会大规模搜查地狱使用者。在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我和巴罕穆克也准备撤离，而另一边的加加卡就倒霉了。此时他还不知道柳能寒已经被送进地狱，只能混在人群里找机会逃跑。也就在这时，加加卡的肩膀忽然被人拍了一下，原来是个警察小哥，他表示自己是专门来护送加加卡回家的。闻言，加加卡没有多想，抱着先回家睡一觉的想法就上了车。可他殊不知车上坐的其实是朴阿伟，而这也正是我报警的第3个原因。朴阿伟可以利用刑警的身份完美转移加加卡。就这样，车子开了很久，加加卡才意识到这好像不是回家的路。等他仔细看向司机时，才发现自己已经上了大当。他记得柳能寒给他说过，这个红头发的刑警也是地狱使用者。于是加加卡越想越不对劲，干脆计划趁朴阿伟不注意跳车逃跑，却发现车门死活都打不开。哈哈哈哈！这时朴阿伟笑道：“你以为警车是出租车吗？随便就能开车门？老实坐着吧。”闻言，加加卡很不服，想用开启地狱之门炸胡来逼停朴阿伟。呵呵，好呀，那你开启吧，小丫头。这场游戏已经进入后半段了，你觉得那样的威胁对我有用吗？如果你不想开启，那我来开启吧。你该不会认为将那么多人送进地狱的你没有任何罪吧？你要是还想多活一会儿，就闭嘴老实坐着，再敢胡闹我就立刻把你送进地狱。没办法，加加卡只好妥协了。随后在几公里外的一处民宿，朴阿伟停车了，而我早已在这等候多时。现在便到了处理加加卡的时候。当朴阿伟拉开车门后，加加卡直接从里面飞了出来，当即跪在地上求我不要干掉他，并表示只要不杀他，让他干什么都可以。随即我调整了一下语气，然后蹲下身子对着加加卡说道：“你应该也知道柳能寒进了地狱吧？你要是还想活命，就得证明一下自己的用处。”是的，我打算暂时利用加加卡，毕竟他的侵犯地狱用来做防御简直完美，还有他的恶魔真机匠人，以后不仅可以用来迷惑敌人，还能用来制造完美的假死现象。于是就这样，加加卡暂时成了我的工具人。而与此同时，这场慈善晚会的全过程也被远处的一只恶魔苏玛玛尽收眼底。既然警察都来了，那应该算是结束了吧？珍妮，你觉得谁赢了呢？应该是柳能寒输了吧？如果他赢了，就不会叫警察，不仅抹黑自己名声，还有可能会暴露身份。所以难道是那个黑道女吗？也不是，如果他赢了，就会在警察来之前带人离开，而不会像那样舍弃自己的组织成员。应该还有第三者。哈哈哈哈！珍妮果然是最聪明的。那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那个人吧？毕竟我们只追厉害的家伙。没错，在那家伙搞砸我们部的局之前，把他先送进地狱吧。现在整场死亡游戏要说最惨的还得是胖子。自从被蔡武真掰断手指后，他就一直窝在家里，只能靠每天点外卖在家混吃等死，搞得他的恶魔都有点看不起他。不过这时却有人按响了门铃，纹身胖子赶忙起身开门，还以为是夜宵到了，可殊不知其实是有地狱使用者来取他的性命了。就这样，胖子不出意外的被送进了地狱。至此，死亡游戏现在存活的人数只剩下7人：外国人珍妮、小屁孩宋明宇、黑道大姐蔡武真、傻白甜徐明才、憨憨加加卡、刑警朴阿伟，最后就是我。而因为死亡游戏中最有实力的柳能寒被送进地狱后，熟悉游戏规则的大家都开始变得谨慎，没人敢主动出击。
以至于路西法都觉得无聊了。随即他决定稍微修改下游戏规则，因为他只想看到人类与恶魔互相厮杀的场面。原来早在700年前，路西法就曾举办过一场一模一样的死亡游戏，不过当时所有人都在毫不犹豫的杀戮，路西法就喜欢那种紧张刺激的感觉。但是现在，由于我和朴阿伟还有徐明彩的同盟关系，已经把游戏最初互相杀戮的初衷给改变了。随即他召唤出最亲信的手下中等恶魔泰达米尔。路西法想问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这个无聊的局面。闻言，泰达米尔给路西法支了个损招：路西法大人，请您召唤那个身为同盟核心的人类，就是因为他才让这个游戏陷入了焦灼状态。与此同时，我正在慢跑锻炼身体。这时，巴罕穆克忽然从一旁走了出来，他非常认真地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打算维持这个同盟到什么时候？现在已经到达游戏中期，想要一直维持同盟几乎是不可能的。万一产生了感情会更棘手，说不定那些家伙会先解决你。闻言，我语气低沉地回复道：巴罕穆克，这个事情由我来决定，既然你也是我的搭档，就请相信我吧。我当然相信你，但是不要因为你的那些人类情感让我也消失。也就在巴罕穆克说完这句话时，泰达米尔忽然来到了我俩身边。你们好，至高无上的恶魔巴罕穆克大人，还有目前主导游戏的延圣基大人。泰达米尔，你来这里干什么？我来这里是通知你们一件事的，路西法大人想要见你的人类。说罢，泰达米尔大手一挥，我和巴罕穆克脚底瞬间出现一道紫色法阵。待我和巴罕穆克反应过来时，我俩居然已经被传送到了路西法的办公室。巴罕穆克见状连忙单膝下跪，而路西法则直接严肃地说道：巴罕穆克，你选择的人类可真优秀啊，居然能将剩下的7名地狱使用者中4个人都联合起来，还解决了足以被称为候选人的家伙。您过奖了，我们只是在尽可能的享受路西法大人您主办的游戏而已。不，我可不是在夸你，人类还有巴罕穆克，你们在搞砸我的游戏，居然将应该血肉飞溅的激情死亡游戏变成了只有小鬼们才会玩的组队游戏。我恨不得立刻让你在这里更换地狱使用者，但那样做有违游戏的公平性，感觉很任性，而且你又不是在游戏过程中完全违背了规则，那样做有些过分，所以我打算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惩罚。随即路西法打了个响指，继续说道：1周之内，在你同盟的2个主力中解决掉1个人。闻言，我顿时不爽地回怼道：你怎么能提这么无理的要求？我在组织同盟时没有违反规则，但是你竟然让我在一瞬间就推翻这一切，这显然是你临时改变的心意，我没有理由负责。注意你的言辞，人类，在你面前的是地狱里权力最高的存在，路西法。呵呵，真是个莽撞的人类。虽然你说的没错，但这只是因为善变罢了。而且这个游戏从一开始就是因我的善变而寻的乐子。换句话说，如果你不遵从我的指示的话，我就会再次改变心意，让其他人来代替你和巴罕穆克签约完成游戏。你要做的选择不是要不要解决掉同盟，而是选择解决谁。回去选择吧，人类。我要说的就这些。还有巴罕穆克，你也不要再让我的游戏变得无聊了。随即我和巴罕穆克就这样又被传送回了现实世界。这时我的胳膊突然传来一阵刺痛，我撸开袖子一看，路西法所说的1周倒计时居然真的开始了。我就知道路西法这是在故意逼我犯错，所以现在我要做的就是保持冷静，因为不论选择干掉朴阿伟还是徐明彩，对我来说都很不利。于是我准备先回家，好好想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做。这时我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路西法也是恶魔的话，那是不是也应该会有绑定的人类呢？想到这，我问了巴罕穆克一个问题：巴罕穆克，请问路西法他是怎样成为地狱里权力最大的存在呢？或者说，有没有什么能让你坐上他位置的办法呢？听到我这么问，巴罕穆克有些震惊，不过还是跟我讲了关于路西法手握大权的经过。路西法曾经也和我一样是上等恶魔，但他并不是无与伦比的存在。那时还是上等恶魔的他，在某天和一个叫但丁的人类签了约，之后他们创造了不幸地狱。那个地狱堪称杰作，从没有任何一个地狱有过那么多人类的哀嚎与悲鸣，无论是构造还是通用性，至今为止没有比不幸地狱更优秀的地狱。而因为地狱的级别就代表着恶魔的地位，所以路西法便以此为基础，瞬间成为了手握地狱大权的存在。等一下，那个叫但丁的人类现在怎么样了？有传言说，作为奖励，但丁得到了永生。所以说但丁就是地狱使用者的原型，对吗？而且还有可能活着。按理论来说是这样。那巴罕穆克，如果将但丁送进地狱的话，路西法会怎么样呢？如果真的能把但丁送进地狱的话，路西法应该就会消亡。闻言，我立马从沙发上弹起，而巴罕穆克见状则赶忙摇头劝我别闹。人类，我只是从理论上这么说，而且对付手握地狱大权的路西法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还不如进行选择呢，继续完成游戏成为最后的赢家，那样反而会使你存活的几率更大。不，巴罕穆克，你现在没有准确的计算出变数。如果路西法再次改变心意呢？假设路西法之后能严格遵守游戏规则的话倒没问题，但现在他却增加过分的条件来打压我，我已经成为他的眼中钉了。那种家伙为了不让我成为最后的赢家，很有可能会再次改变想法。听到我这么说，巴罕穆克也陷入了沉思，他心想我说的没错，因为路西法只是地狱临时的主人，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所以才组织了这个让上等恶魔们自相残杀的游戏，况且现在又故意针对我一个人改变游戏规则，所以巴罕穆克也觉得路西法今后也很有可能会继续改变心意。随即巴罕穆克狐疑地问了我一个问题：所以人类，你是想让地狱变天吗？当然了，毕竟只要能成功，存活率就是100%。
而与此同时，在国外的某处教堂内，身为神父的但丁正在演讲。此时的他还不知道，不久后将会和我有一场恶战。而为了让地狱彻底变天，我又问了巴罕穆克一些关于路西法全能的问题。巴罕穆克，路西法真的是全知全能吗？当然了，毕竟他是地狱的实权者。不是，我不是在说地狱，而是他在人间是否也能利用那些能力，比如除掉我，或者是用外力让我半身不遂之类的。那个不好说，按理来说，恶魔无法干涉人类的性命，正是因此才会用附身、寄生、装备等手段。路西法之所以能在地狱威胁你，是因为你被召唤到的地狱是他的主场，他在地狱里是全知全能的。不对啊，巴罕穆克，那你之前威胁说要碾碎我的灵魂那次呢？哈哈哈，那只是虚张声势了。为了使地狱的完成度更高，就需要鞭策吗？闻言我有些无语，接着向巴罕穆克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我刚刚发现路西法好像能看到监视我们的画面，那他也能听到声音吗？听到我这么问，巴罕穆克向空中吐出一团黑烟，然后解释道：路西法之所以能纵观游戏全局，是因为他与萨迪乌斯的低等物种低等恶魔萨眼的能力相连接。虽然他能远程共享视野，但是无法共享声音。如果真的能听到，那他在你一开始说要变天的时候就会把我叫走了。听到这我也大概懂了，既然路西法没办法亲自除掉我，那只要避免被带去召唤阵就好。而且路西法只是能看到我们而已，只要在假装继续进行游戏的同时制定作战计划，就很有可能不被发现。想到这，我拿起手机，将朴阿伟和徐明彩还有佳佳卡一起拉了个群聊，并让他们在晚上11点前来我家里集合。就这样，大家都如约而至，而我也准备将自己的地狱罪名以及让地狱变天的计划全盘托出，因为能最快说服别人的方法就是实话实说。于是在我将罪名以及如何将柳能寒送进地狱，还有胳膊上的倒计时全部都给他们坦白完后，下一秒我就挨了徐明彩一拳，直接当场被干翻在地。你个大骗子，和我说过的话就没有一句是真的，你自己就是叛徒，还他喵敢把罪名定为背叛。终于朴阿伟看不下去了，他一把拉住徐明彩说道：先别打了，这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刑警先生，你都不觉得委屈吗？他竟然那样利用我们，我就是相信他救了我，才赌上性命为他打探情报的，结果都是在骗我。确实那家伙救过你，但不管他有什么企图，都是赌上了自己的性命才救的你。而且现在不想因为路西法改变心意而害我们丧命，叫我们来商议的人也是他，并且对于他来说，说出真相不是最简单的活命方法，而是在决定除掉我们两个中的哪一个之后，选择背叛就可以。所以宅男，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这么做能得到什么好处？闻言我沉默了几秒后喃喃道：我想救活所有人，你们和我送进地狱的其他人不一样，你们是可以活下来的，只要让路西法的签约人那个该死的但丁进入地狱之后中断死亡游戏，我们就能活下去。听到我这么说，朴阿伟和徐明彩也终于放下戒备，而接下来就进入了制定计划环节。但有2点注意事项，我准备先告诉他们。各位，我们还在进行死亡游戏，就算制定了完美的计划，并且侥幸找到了但丁，可如果在实行计划之前被其他地狱使用者除掉，那么也会出局，并且路西法一有时间就会监视我们。所以除了参与游戏以外，不要做过于招摇的举动，也就是说，不能做出有关变天计划的行动等等。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我有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调查但丁的1人以外，其他3人要尽快找出2名地狱使用者并除掉他们。那就算我们能除掉2名地狱使用者，又该怎样躲避路西法的监视呢？我想如果我们和剩下2个人玩得足够有趣的话，路西法应该不会注意到我们趁机偷偷准备资料，毕竟他是以享乐为主的善变者。虽然接下来和剩下的地狱使用者们对抗是死亡游戏的一环，但也是为了找到并除掉但丁在拖延时间。徐明彩，你的角色很重要，帮我们找到但丁，而剩下的人则是为了保证徐明彩能够顺利完成任务，要去做和其他地狱使用者对抗的诱饵。这就是大致的作战计划，大家觉得怎么样？朴阿伟和佳佳卡听后都觉得可行，就连一直怀疑我的徐明彩这时也伸手表示赞同。可就在这时，他们各自绑定的恶魔却站出来反对了，带头的真姬匠人更是直接骂道：你小子疯了吗？居然想要背叛路西法大人！此时路西法大殿内，上等恶魔们怀着复杂的心情走了进来，看着面前的路西法，他们都不确定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此时路西法睁开眼睛，叹了口气，随即开口道：首先我在这里说声对不起。此话一出，下面的恶魔们皆是面露疑惑。加尔加蒙加想到了路西法会做的各种事情，但没想到路西法居然上来就道歉。是我的任性打乱了整个游戏，破坏了你们形成的同盟，更是将不在这场游戏的我的朋友但丁拉了进来，结果就是导致一个优秀的竞争者被淘汰。大家应该都为了巴汉穆克以及那名人类难过，但我更希望你们明白，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平衡力量，请你们原谅我这个可怜的地狱之主吧。路西法的操作让恶魔们都是闭嘴不言，就连真姬匠人都清楚地认识到，这根本不是请求原谅，而是强迫你接受。加尔加蒙加看得更加深入，这并不是简单的让你接受，而是一次警告，游戏必然会重新开始，而这就是警告。警告我们不要再想着去搞虚伪的同盟，不然巴汉穆克就是我们的下场。恶心！路西法的行为实在太恶心了，一直都是地狱之主的路西法，这行为真让我感到恶心。此时路西法拍了拍手，继续说道：那么我也道歉了，接下来就进行第2件事，那就是重新开始游戏。身为地狱之主的我，真的很想快一点选出新的地狱之主，回去告诉你们的人类，紧张刺激的血腥之战明早开始。可路西法的话却如石沉大海一般，
没有得到回应。下一刻，恐怖的威压突然笼罩在众恶魔身上。路西法阴冷地说道：“我的话，大家难道没听明白吗？还是说你们的耳朵都堵死了？”面对闭口不言的恶魔们，路西法直接威压发动。面对此情景，里亚詹妮跟盖鲁宾波当即表示服从，可加尔加蒙加却突然开口说道：“伟大的路西法大人！”这一举动给一旁萨迪乌斯吓了一跳，就差直接开口道：“大哥别闹，我怕死。”而路西法此时也是表情复查，仰着下巴的问道：“加尔加蒙加，你是有话要说吗？”加尔加蒙加尽力控制着语气，开口道：“我请求3天后再进行血腥之战。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这些事情让人类们都紧绷着神经，而游戏也到了最后。”而路西法却反驳道：“血腥之战就应该充满了紧张、恐惧。”面对生气的路西法，加尔加蒙加继续说道：“路西法大人，您想要的一定是精彩的对战，但如果明早就继续，最后活下来的很大可能性会是体力更好或者恶魔能力更强的，那样的地狱可能就不是最完美的地狱。这一定不是路西法大人您想要的。”加尔加蒙加现在在做什么？他在，或者说在做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拖延时间。延胜机现在最需要的应该就是时间，而路西法会知道加尔加蒙加想的是什么吗？其实不管加尔加蒙加的目的是什么，路西法首先知道休息确实有好处，既能让人类休息，也能让恶魔们感受到自己的仁慈。至于地狱，自己拥有的是最完美的地狱，攻破是不可能的存在。所以，那么好吧，我接受加尔加蒙加的意见，回去告诉人类吧。3天之后，血腥之战开启，我希望到时候是无比精彩的对决。会议结束，众恶魔们离开恶魔大殿，一个个全是沉默不语。就在此时，一个袖子甩在加尔加蒙加的肩膀上，回头看去，正是真姬匠人。此时真姬匠人一如既往的磕巴着开口道：“谢谢，谢谢你救了我的人类。”而加尔加蒙加却表示，自己所做的跟巴汉穆克所做的相比，什么都不是。不信地狱是什么样子的呢？冲天的火柱，慌张的人类不断的躲闪，可与慌乱的人群不同，一个男子跪在地上，认真的画着。最开始我也很不适应，上升的火柱，下落的火球，只要碰上就会被点燃全身，火焰会直接将身体烧成灰烬，只需要2分半。那之后身体会得到重生，重新变成肉体。让我在这种折磨下能够冷静下来的东西，就是我之前所准备的必胜物品。但丁建造了一个堪称完美的地狱，然后为了让人们信服，他将地狱写成了一本书，没错，就是神曲。这里面记载的就是不幸地狱，那么不就意味着不幸地狱的一切都可以从这里面找到吗？这不就代表着我可以通过你写的书攻破你的地狱，不幸地狱，不幸的你地狱，所以你讲出来的地狱一定是真实的。但丁老小子，准备好开始下场对决了吗？我将会从地狱内部瓦解最完美的地狱。不幸地狱主要由9层地狱组成，地狱幽冥，这里关押的是未受洗礼以及信奉异教但为犯罪之人，勇士在此徘徊。第2狱黑风谷，犯禁忌之爱和对情欲毫无节制的人在这里被黑色狂风卷至空中，不能落地。第3狱暴雨，天上下着臭雪球和冻雨，犯贪食罪者、饕餮者关押在此。第4狱滚石，犯吝啬罪者和不珍惜食物、大肆浪费的人，被罚搬着巨石互相碰撞。第5狱沼泽愤怒，漆黑的小溪留下岩石成为沼泽，犯易怒罪者关押在此，被罚相互厮打或进入沼泽之中，无法说话。6狱燃烧的坟墓，异端邪说信徒和伊壁鸠鲁学说信徒不敬神、不遵守神的教导的人，被关在烈火燃烧的石棺中受到煎熬。第7狱三谷残暴，散落岩石的陡坡，因施暴的对象而分为3层：血池、森林、沙漠。然后就是我所在的第8狱石壕，因诈欺的方式、性质、对象而被分为10个恶囊，各恶囊之间是由石桥相连。而之后的第9狱4圈则要更深一层。说起来，我倒是有点想问问路西法和但丁，我犯的罪这么严重吗？上来就给我关在这第8狱，承受这烈火烧身。不过也对，地狱本身就是为了能够让罪人永恒受罪。按照神曲里面描述的，其实每一层之间是存在链接的，可以进入别的层。神曲中，但丁和他的向导维吉尔可是畅通无阻的，所以首先要找到每层的入口，从入口进入其他层地狱。但是书中描述，每层的门口都有守门者的存在，强大的守门者就是为了让罪人无法通过。所以说，就算找到每层的门，但如果不能打到守门者，一切也是徒劳。不过在这里，我却也有一个优势，这里的罪人虽然承受无尽痛苦，但换个角度想，这不就相当于我在玩一款难度非常高的游戏，但我有无限复活一般吗？那么接下来我需要开始行动了。首先要找到队友，需要帮忙吗？我可以帮助你躲避掉落的火球。
你帮我躲避，你一个刚进来不久的新人。为了证明自己，我一把握住男子的小手，然后用力地拉到我怀里。就在他被我拉过来的一瞬间，一颗巨大的火球正好落在他刚才的位子上。他也因为我没有再次承受痛苦。就这样，在他的配合下，我集结了这一层的一些人，不同时代，不同信仰，不同种族。看着面前被集结过来的，我不得不感慨一句：但丁的地狱就因为跟他信仰不同，就被定义成有罪。这里面可存在很多在历史上叫得上名字的人物。听说你仅仅进来2天，现在就说自己能够逃出去，你知不知道我们已经进来多久了，都没能出去。的确，按照所谓的资历，我确实很低。大家穿过漫长的时间，遇到现在的我，而我们有一个相同的目标，让我们聚集在这里，那就是攻破这该死的地狱。就在前几天，我的老朋友路西法邀请他重新开启了血腥之战，但是这一次出现了一个搅局的年轻人，他请求我帮他解决一个年轻人与老搭档路西法合作。我轻轻松松将小年轻送下地狱，因为他也不信神。但是现在的我却心神不宁，我不确定是我的错觉还是真的如此。那个叫做严胜基的小子在被拉入地狱的时候，他在笑。他为什么会笑？就好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一样。到底是为什么？他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表情？我的地狱关押着上亿的罪人，从没见过下地狱的人会是这样的表情。想多了，一定是我想多了。喝口82年的拉菲，然后好好睡一觉吧。可突然，严胜基的笑容竟然出现在酒杯中，酒杯落地，我的心更加不安。我的地狱是最完美的，但是他下地狱的行为完全让我无法安稳下来。虽然我相信我的地狱一定不会存在问题，但是万一呢？不行，看来我必须亲自下去一趟。我叫朴尚实，是一名刑警，我板子上写的并不是罪犯。他们跟我一样，都参加了一场游戏，一场血腥之战。正当我罗列情报的时候，身后空间破碎，我的恶魔加尔加蒙加回来了。加尔加蒙加看着我，缓缓开口，说出了路西法决定血腥之战继续，但是他争取到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血腥之战将会在3天后再进行。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一把搂住加尔加蒙加，跟他来了一个男人之间的碰撞。好了，人类，不要这么激动。虽然有3天的时间，但是你相信他吗？他吗？那个小子，我必须绝对相信他。他可是严胜基啊。是啊，这是一个能够让上等恶魔都心甘情愿相信的人类。那么我的刑警，接下来你要怎么做呢？就这样，萨迪乌斯和真基匠人也把3天后会继续血腥之战的信息传达给了自己的人类。而接下来3小只将要做的就是一个词，那就是演戏。这监狱里有无数被关押的人，领导者、征服者、技术者、力量者、学者，一群不同领域、不同时代的人。我现在的第一步就是把他们团结起来。来吧，各位，我一个都不会放过。我要带着你们一起逃出去。他们的表情在说着内心的话。不相信啊，不相信我能逃出去。毕竟他们在这里已经待了成百上千年，他们从进来的时候就在努力，而他们的经验就是我所需要的。各位不相信我，那么就先听听我的故事，然后再做考虑。毕竟在地狱中，时间是无限的，所以再给我点时间，好吗？不信地狱的制作者但丁和我战斗的事情，关于我玩了这场游戏，解锁隐藏打法，一步步直面最后的地狱之主。亲手搭建过地狱的我，要更加明白地狱的结构，而最吸引人的片段，则是我对将要进来这里前所做的准备。我已将这个地狱的结构研究得无比透彻，所以在座的各位，我100%会离开这里。而我现在需要跟随我的人，那之后我会带那个人离开。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全心全意的合作，能够完美执行我的指示的合作。如果做不到，那么你可以离开，因为我在外边的伙伴也在攻破地狱。我做的是加快攻破，所以我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在大家身上。这里的人都是聪明人，就算面对如此的诱惑，也依然冷静。看来面对这些人，我必须再加把力。我没有骗你们，你们的确在浪费我的时间，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所以说，相信我，别惹我生气，不然你们永远离不开地狱。他们开始发挥各自的优势，开始沟通交流，无论多远的地方都能够记录下来。毕竟人类创造出来的一定就是有限的，就比如这个巨大的地狱，肯定存在一个中心点，以这个中心点为准，左右对称，人们彼此接受信息传达，就像探索地图一样嘛，一定存在4周的终点。而不信地狱自然也存在这种终点，一旦打破异常性，就能够找到出路。现在我已经建造了一个大致可见的平面图，接下来要慢慢寻找出路吗？完美的结构会没有一个入口也没有一个出口吗？人类的思想只要停下来就会倒退。我所标记的就是预期的出口和入口，请尽快派人去确定一下。如果两者都不是出入口，请告诉我，我会预测新的地点。最后，在我进入不幸地狱1周左右的时间，按照这种方法，
我们成功找到了第8层的地狱之门。所有人都不敢相信，他们竟然在一个年轻人的带领下，真的找到了逃脱的路。其实对于严胜基而言，他们早就具备了逃离地狱的能力，但是无尽的岁月磨平了他们，而现在自己给了他们一个坚定的希望，那就是这个地狱并不是完美的，毫无破绽的地狱。路西法，但丁，等着吧，在血腥之战游戏结束前，我会让事情变得更加有趣。3天时间转瞬即逝，早已不耐烦的路西法对恶魔们下达了指令。3天已过，回到人世，告诉自己的人类，血腥之战第2季开始。所有人类都做好了自己能做的准备。此时的蔡武真被上等恶魔盖鲁宾波亲自附身，参与游戏。问题儿童小学生宋明宇一脸微笑与母亲告别，丝毫不理会母亲恐惧的表情。就这样，剩余的地狱创造门踏出了房门，新的战斗开始。严胜基带领众人找到了第8层的地狱之门，与猜测的一样，第8层大门前有着一个恶魔在守护着大门。我名叫瓦迪亚马斯，但丁所创造的路西法拥有的不幸地狱，直到今天也一只小鸡都没有到过这里。虽然我也经常感觉如此完美的地狱也是一种问题，而我作为看守第8层地狱大门的终极恶魔，虽然这里有着上百个恶魔，但跟他们都没法好好沟通。明明这扇门根本不需要如此看管，因为压根就没有人能够找到这里。大多数罪人都在承受从天而降的陨石或者地面喷涌的火柱，根本没有精力去寻找地狱之门。就算他们明白过来存在一个出口，但是在这幅员辽阔的土地上根本没有找到门的可能性。可下一秒，我的屁股突然被一个石子打到。是谁？谁敢来挑衅本恶魔？就在瓦迪亚马斯回头看去的时候，他震惊地发现面前竟然是一个一脸微笑的人类。不对，是一群人类。严胜基一脸微笑看着表情惊讶的瓦迪亚马斯，我说，你睡够了没有？该醒醒了。瓦迪亚马斯此时都麻了，他实在不敢相信居然会有这么多人类找过来，而严胜基却一脸嚣张地问道，你是自己走还是我们送你走？还是说你要坚持挡在我们面前？瓦迪亚马斯的职责就是看守地狱大门，不然人类通过，而今天是自己职能的第1次履行，阻拦罪人。看着对面摆开架势的瓦迪亚马斯，严胜基嘴角露出一抹微笑。使用武器吗？这就是守门恶魔的基本手段吧？那么现在要直接打到他吗？不作为我们遭遇的第1只守门恶魔，我可以从他身上得到很多，所以一点点来吧。对面的恶魔，你可要好好配合我呀！瓦迪亚马斯握紧手中长矛，呵斥着罪人就要好好受罪，不然就会被他处决。而严胜基摊开双手，处决我们？你要怎么做？用你的长矛捅我吗？瓦迪亚马斯明白对面的严胜基为什么一脸嚣张。在这让罪人永恒受罪的地狱，人类即使死亡，可却能够复活。在这地狱，人类的数量可很多，而且与现实世界不同，在这里，人类跟恶魔可没什么区别。所以想要压制你这个看门者，可是很容易的事。别在那里瞎比比，你这个弱鸡人类，不需要杀死你，只要让痛苦包围你就够了，让你们感受恶魔的力量，肉体将会被我融化焚烧，承受痛苦吧。随着阵法形成发动，众人的脚下霎时间喷涌出无尽火焰，所有人都被烈火焚身，毫无意外的被烧成灰烬。与预想的一般，严胜基毫无意外的开始复活。痛苦吗？当然痛苦，痛觉影响着神经，让人根本无法清醒思考。这也许是他们永世束缚罪人的一种方式，但也确实因为如此，承受痛苦后换来的就是不死不灭。所以我才说这个地狱并不完美。看着面前复活的众人，瓦迪亚马斯再次发动法阵，就算站起来也准备再次被烧焦吧。都给我趴下！地狱之火必然会将身体烧成灰烬，但是如果人类明白过来，这痛苦并不是永恒的，那么只需要坚持，哪怕每次只是前进一步，将所有的错误都尝试以后，那么恶魔，我问你，你还能做些什么呢？见长矛落地，瓦迪亚马斯立马扑了过去，眼看就要拿到长矛，可下一秒就被另一名人类一脚踢开。瓦迪亚马斯此时意识到事情似乎不对劲了，首先给我摆出好好沟通的姿势吧。中等恶魔瓦迪亚马斯就这样被黑哥按在地上，严胜基一脸和善地看着他，开始了问话。耻辱，这是恶魔的耻辱，我一定会报复。淡定点，小恶魔，不管如何，你先别紧张，毕竟我可没有打算报复你。随后严胜基从身后人的手里拿来了一段不知名的腿骨，在地上开始画了起来。而瓦迪亚马斯发现严胜基画的正是不幸地狱，随后一把将腿骨扔到瓦迪亚马斯面前。接下来你把不幸地狱中你了解的内容都给我讲一讲吧。你要给我逃离不幸地狱的线索。背叛？你这是让我背叛路西法大人？我瓦迪亚马斯是绝对不会背叛的。先说好，我可没吓唬你。如果你不说，我身边的这些兄弟们不介意给你一些痛苦，毕竟这里的时间对我们来说可是无限的。这些兄弟在这里被困了那么久，心里的怨气肯定很想释放一下。如果你因为害怕说话会被路西法发现，那么你根本不用担心，毕竟在被路西法发现之前，你一定会先被我的兄弟们搞死。
就这样，严胜基众人穿过了第8层的大门，进入不幸地狱第7层。但丁所设计的不幸地狱第7狱，基本的概念其实非常简单，让罪人进入第7层，与这里的树木相连，成为一体。巨大的树木，扭曲的样子，茂密到10米以外就看不到别人。如此场景，却让第8层的众人感觉非常舒服，因为跟满是火焰的第8层相比，这里没有硫磺味道以及难以呼吸的热气，对比下就是天堂一般的存在，甚至让现场产生了一个新的声音，那就是留在第7层，舒舒服服的享受永生。确实，这里看起来的确要比第8层舒服得多，可这正是第7层的可怕之处。当人们放松紧张的神经以后，就是猎手开始狩猎的时刻，所以在这层也是不要被大致的思想引导而顺从。我知道你们应该产生了想要住在这里的想法，但是别急，跟我看一看。随着严胜基走进身旁的树木，一把折断树枝，诡异的一幕出现了，树枝瞬间流出鲜血，而树木上扭曲的面容立即发出阵阵尖锐刺耳的惨叫。在场的众人当即明白过来，树木是活着的，而这层的罪人都不见了，就是因为他们变成了树。看到了吧？正如你们所见，如果我们待在这里，最后也会变成树，无法移动。这样的遭遇简直比第8层还要疯狂。既然如此，那么让我们会变成树木的规则是什么呢？是停留的时间吗？不，应该不是，因为按照但丁所写的神曲，下一步就是猎人登场了，名为肯塔乌罗斯的半人半马恶魔一族。我清楚地记得书里所写的他们追赶猎物的描述，没错，他们追赶的是人，而不是树木。从这个内容，我们可以轻松得到的信息，那就是只要被他们猎杀，就会变成跟身旁一样的树木。看着树木，他们原本都是人类，只因为成为了猎物，就变成如此。而狩猎他们的，正是第7层的恶魔们。肯塔乌罗斯营地内，酋长中等恶魔凯伦，此时他正在擦拭着自己的箭头。一阵马蹄声传来，一名半人马冲到了营帐内。慌什么？淡定点，是新的猎物出现了吗？伟大的酋长，不是普通的猎物，而是打开了地狱之门过来的罪人。凯伦一脸淡定，批评起对面的半人马。上层的管理者偶尔会将过于强大的罪人送到下层来，这不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吗？你慌个什么劲呢？被教训的半人马哆哆嗦嗦地解释起来。酋长大人，不是的，他们是从下层上来的，我没看错。2分半钟后，所有的半人马高层聚集在议事厅。罪人从下层上来，是从没发生过的事情，是无比严肃的事件。第8层看门的不是瓦迪亚马斯吗？他这个废物是怎么看门的？那个异常懒散的家伙，看守的大门会被攻破，我一点都不意外。只依赖地狱本身，他就是个废物。第8层的罪人胆子实在太大了，而且涌上来的罪人数量非常多，我们这些猎人明显不足啊！看着各自发表意见、争论不休的半人马们，凯伦沉思片刻，然后重重地拍在桌子上。什么时候猎人还开始惧怕起猎物了？难道因为猎物多，猎人还不狩猎了吗？只要我们刺穿他们的心脏，只要这么做，不管对面的数量多少，那不都是我们的狂欢吗？如果连这点事情都想不明白，那么我将剥夺他猎人的资格。通知下去吧，今晚我们就发起全面狩猎，让我们开始狂欢。第7层攻略战即将打响，凯伦汇聚全部半人马，准备对严胜基众人开展全面狩猎。半人马们，猎杀时刻到了！为了部落，为了路西法大人，点着火把，半人马们浩浩荡荡地冲到森林中。不远处火光闪动，与预想的一般。害怕黑暗的人类点起了篝火。这些愚蠢的人类没有意识到，黑暗森林里的火光就是指引我们进行猎杀的风向标。可当他们兴奋地杀到火光处以后，看到的场面却让他们身体止不住的颤抖，地面满是鲜血和被鲜血吸引过来的乌鸦，而树木此时都变成了围栏，树木上的脸都在痛苦的呻吟。在围栏之上，一名青年注视着下方。你们是什么奇怪的表情？我们只是简单的资源利用而已。严胜基的队伍里全是人才，在他的要求下，建筑师、木匠以及力气强大的人纷纷出列。严胜基的计划很简单，那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建造防御工事。可让众人不解的是，身边连材料都没有，要怎么制作？这个问题对于严胜基简直称不上问题，因为身边就是树木，由人变成的树木。各位伙计们，听我口令，搭钩，瞄准，都给我射！下一刻，在半人马们震惊的目光中，满天飞雨降临。身为猎手的半人马恶魔，今天却被一帮人类狩猎。面对铺天盖地的箭雨，凯伦紧忙大喊着散开，想活命就赶快掉头开跑。突然的指令让半人马们皆是不解，这突然的命令带来的就是混乱，整个半人马军团全都乱作一团。而在瞭望台上的严胜基看着下面的场景，他明白自己已经赢定了。对付马蹄最有用的工具，坚固的堡垒以及锋利的箭头，我这里都有。而且根据神曲中所写，他们一直都只是猎手，但他们却根本就是不懂打猎，或者说不懂后退的猎手。以往单方面的狩猎让他们的狩猎根本毫无技术含量，
从来没有遇到过猎物的反击，他们的能力甚至不如猎人手里的猎狗。一旦遇到反击，他们完全就是措手不及，所以不合格的猎手就只能成为猎物。半人马们失败了，凯伦带领着半人马已经狩猎近1000年，今天的情况从未发生，他们是如何做到的？进入地狱的人类应该只剩下恐惧啊！这种反抗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作为半人马的首领，凯伦否定着刚才所经历的事情。冷静下来的凯伦更加坚信不可能，因为他所看到的巨大的城墙、堡垒以及人类的武器，除非有大量的人类被系统的调动，甚至没有一定水平的技术也是不够的。不满足这些条件是根本做不到的。这也是凯伦为什么对涌上来的罪人毫不在意的原因。其实凯伦分析的没错，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的这些人跟以往来到第7层的罪人根本不同。他们从第8层一起越狱来到这里，他们有明确的目标，就是一定要爬上去。他们有作为系统中心的领袖，每个人在下地狱之前所掌握的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技能，因为有了了解每个阶层特征，然后进一步掌握大家信息，带领大家的延胜机，让延胜机成为独裁者一般，领导着大家。来吧，大家按照之前说好的一样，开始外出吧，就像练习一样，好好的练习。整齐划一的队伍，坚定的步伐，狩猎罪人近1000年的半人马恶魔们，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人类会主动来到他们面前。罪人，你们这些罪人不知用了什么方法制作了诡异的武器。我们是恶魔，我们不会死。等我们像你们一样重生后，我会亲手把你们变成想死也死不了的枯树。延胜机缓缓从人群中走出，多么经典的法则啊！在地狱里，恶魔不会死于人类手中，但这条规则在我们来到了以后就已经被我们忽略了。所以你们最好乖乖配合工作，让你们的哀嚎声传遍整个森林吧。看着周围的人类，半人马恶魔一脸不解，但还是开口问道：既然知道我们死不了，你要打算要做什么呢？人类和恶魔究竟谁更恐怖？谁才更应该被叫做恶魔？因为思维的不同，人类更加具有想象力。抓住一个不能再发起攻击的半人马恶魔，将他用长矛贯穿，然后固定在地上。他将作为提高人类士气的道具用于展示。远处山坡上，延胜机这边做的事情全都被半人马察觉到。延胜机的行为很快传回到半人马恶魔营地内，人为制造的恐惧情绪开始在半人马之间蔓延。恐惧的情绪会不断蔓延，不断变化，最后会直接削弱其他恶魔作战的能力。凯伦将一切看在眼中，他知道必须尽快做出应对。现在已经失去了先手，那么就不能让局势继续错误的发展下去。动员会让半人马恶魔们重新振作，对面有武器又如何？我们只需要拿起我们的武器，直接击碎他们。没错，我们是天生的猎手，打起精神，狩猎下去吧！重整旗鼓的半人马恶魔们重新拿起武器，发起冲锋。面对冲锋而来的半人马恶魔们，延胜机不禁感慨道：还好巴汉穆克不是像他们一样的愚蠢。随着延胜机招手，第8层的众人当即启动埋伏好的机关，专门对付马匹的埋在地面的绳索。人仰马翻这个词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些恶魔根本没有意识到，不管何种武器，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马身。然后凯伦发起了第2次进攻、第3次进攻、第4次进攻，所有的进攻全都失败。半人马恶魔们身体上的特征他们无法克服，而人类只需要躲在堡垒里，那么半人马恶魔们根本就没有胜算。半人马营地内此时死气沉沉，凯伦一脸恐惧，虽然很不敢相信，但现在的人类他们根本无法拿下，而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新的罪人来到第7层。身为猎人的半人马越来越少，人类越来越多，最后第7层会成为人类的天堂。怎么办？怎么办啊？正在此时，一名半人马冲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封由俘虏带回来的信，给凯伦的信。这信正是延胜机所写，而里面是延胜机提出来的建议。第7层的局势已经稳定了，现在延胜机这边只需要占据营地，慢慢发展，最后会如何根本不需要多说。但延胜机现在赶时间，所以他给凯伦提出了一个建议：放下你们手里的武器，亲自带我们去前往第6层的门，那样我们就会全部离开第7层，或者我们继续留在第7层，你来清除我们。所以你选择让我们继续往上爬，还是留在这？延胜机对局势有着绝对的理解，恶魔想要胜利就必须打败人类，而实际上现在的局面就是人类全面压制恶魔。但问题是，如果长期发展下去，就算一直压制着对方，结果导致的就是不能及时逃出不幸地狱，外边的同伴就会面临危险，这不是延胜机要的结果。因此趁现在进行谈判，现在的时机是非常好的。半人马恶魔们一直处于颓势，而延胜机提出的建议正是可以打破局面的建议。对于延胜机的建议，其他罪人也是有些担忧，毕竟对面是自负的恶魔，认为比人类高贵的恶魔，他们会接受谈判吗？而对于延胜机而言，自负的恶魔更是他确信可以谈判成功的关键，因为他们的屡次失败让他们失去了身为管理者的骄傲，这种负面的情绪他们必须尽快摆脱。阅读完毕的凯伦，愤怒的情绪瞬间冲刺大脑。傲慢的人类
竟然让我们带他们去地狱之门，凭什么？可是我现在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可以预见的是，在不久以后，人类的数量会不断增多，时间越长，我们只会越丢人。虽然感觉很丢脸，但答案显而易见。把笔和纸拿来吧，我要回信，我会亲自回信。毫无疑问，这个人类他赢了，但仅限于此。因为第6层的对家伙是异常强大的存在，凯伦别无选择，接受了谈判。回信很快被半人马恶魔送到了严胜基的营地。营地内高层会议，回信已经到了，他们已经答应会带领我们去通往下一层的地狱之门。这个消息让会议的几人兴奋不已。严胜基，感谢你，我们真的成功了，带我们脱离恶劣的第8层，连续突破2层地狱。按照现在发展下去，也许我们真的可以走得更远。没错，信息的差距带来的结果竟然如此惊人，一定要突破出去。我要亲手切下那个但丁的手掌，做成一道菜。好了，各位，之后的想法先停下来吧。在那之前，第6层的情报我要先一步告诉大家，所以安排大家到广场集合吧。所有越狱的狱友聚集到广场上，心理辅导家严胜基再次上线，如大家所见的一般，带领大家平安来到第7层的我，即将带领大家继续前往第6层。与围绕在严胜基身边的高层不同，这些身处底层的罪人在知道能够前往第6层的时候，他们的喜悦要更加高涨，现场成了狂欢。片刻后，严胜基缓缓抬起手掌，大家立即停止了喧哗。大家，我们还有很多层要爬，而且从现在开始要爬的第6层是现如今最高难度的一层，而接下来我们将上升的地狱是第6层燃烧异端的坟墓。而另一个重要的情报就是第6层的首层恶魔米诺陶洛斯，他与我们直到现在遇到的恶魔都不一样，他不会说话，也不会沟通，因此谈判威胁一类的根本行不通。而且根据历史的描述，他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恶魔。但是大家也不需要太担心，只需要跟前2层一样，按照我说的做，大家最后一定也可以逃出去。然后现在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做，就是制作足够数量的撬棍。严胜基其实非常巧妙地控制了除基本信息以外的内容，这个行为也让其他高层有些疑惑，没有公布全部信息是否能让大家信服。而严胜基这么做的原因非常简单，对绝大部分罪人，他只需要的是他们能够听话照做即可，不需要他们去思考以及说服他们。如果做过多的讲解，反而会起到负面作用，他们只要明白如何按我说的做就可以。言语越多，需要解释的往往越多，解释的越多，可能的恐惧也会越多。所以大家明白了我们需要准备的是什么吧？那么开始吧。到了第6层和第5层，难度直线提升，危机将会越来越大。绝对的相信我，绝对的相信我吧。在这地狱中，如果做不到绝对相信，事情只会更难做。2个半小时后，做了充足准备的越狱小分队与半人马代表达成会面，出发前往通往第6层的地狱之门所在地。随着阴森的地狱之门打开，门后就是第6层地狱。到第6层了呀，你们3个等我。就这样，再来到不幸地狱的第5天，严胜基突破第7层，带领着众多狱友走进地狱之门，前往第6层。看着离开的众人，半人马带着微笑喃喃自语道：多么令人兴奋的胜利啊！而穿过地狱之门的众人此时皆是表情恐惧，因为他们面前的正是牛首人身手持巨斧的恶魔米诺陶洛斯。严胜基早有预料，越往上爬就越可能遇到人类力量无法比拟的存在，就如现在一个只拥有压倒性力量的存在。但这存在未免太过分了吧？这样的高大，这样的强壮，这样的毫无沟通，直接挥动巨斧分割人类，这就是希腊罗马生活中的人身牛头的怪物米诺陶洛斯吗？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强大的力量，无法沟通的野性。我知道这个家伙会非常危险，所以在进来之前拼命查找资料。传说中他曾经被杀死过，有这样一句描述，人类以为是能窥见的存在，但他表现出的强大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重生为恶魔的米诺陶洛斯与之前遇到的其他恶魔完全不同，不停的杀戮简直就是单方面的虐杀，人类毫无反抗的能力被打倒在地，下一秒地面升起石棺，直接将人类扣在石棺里。这一点也是我没想到的，石棺竟然是这种方式出现的。我原本想的是来到这层以后主动打开石棺，然后释放犯人，增加团队，不断的打开，不断的增加到一定数量后完全可以干倒恶魔。可现在只是一瞬间，我们这些犯人就被击溃，而且由于这层的特殊性，被关在石棺里以后复活也是不成立了。这层的地狱从现在来看根本没有打通的可能。做了那么多准备，
但这一层很显然我们不能被打倒，不然封入石棺中就是彻底死亡，复活不了。我已经习惯每次的胜利，似乎已经忘记了这里实际是地狱。怎么办？我要怎么办？突然，严胜基感觉自己的胳膊被拉了一下。是谁？人类，冷静下来，你可是牺牲了我才来到这里的，已经开始攀登高山了，怎么可能停下来呢？巴汉穆克。严胜基不敢置信地揉着双眼，可眼前哪里还有巴汉穆克？没错，我是牺牲了巴汉穆克才来到这里的，我必须要找到突破的方式。可就在此时，巴汉穆克竟然出现在严胜基眼前，但下一秒又再次消失，而这也让严胜基明白自己必须找到突破的方法。身后的众人焦急地呼唤严胜基：“小子，快点指挥我们，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一直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这种情况下，手里拥有的工具只有一个工具，因此我现在需要新的提示。没错，这个关键时期的关键提示是我需要的。打开石棺，不管里面的身体是不是坏掉的。”严胜基的指令发出，却让众人面露不解。见大家没有理解，严胜基直接抄起撬棍，撬起了刚才新出现的石棺。在这地狱里，一旦变成再也不能行动的身体，就会被石棺束缚起来。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再使用无限复活的优势。但如果我再次重演开棺行为呢？里面的罪人在未被封闭的状态下死亡，那么他便会复活，不就变成了被封入石棺前的状态，在石棺之外死亡，然后就会触发复活。即使我进入了石棺，只要外边有人不断开关石棺，我就可以顺利复活，再次活动。如果所有人都这么做，那么我将会拥有无尽的团队，一直消耗下去，直到这个难缠的恶魔倒下。各位，即使身体破碎了也没关系，每个人可以同时开始2个石棺。这一刻，大家收到了指令，指令快速的被传递开，所有人开始运转。最根本的一条规则，用手里的东西去打开封闭的石棺，不要问为什么，只需要执行。在严胜基和罪人们的高速运转下，复活的速度直线提升。睡了一觉，感觉轻松不少啊。现在第6层罪人的执行速度已经越来越快了，攻略基本已经结束了，因为现在米诺陶洛斯已经无法掌控第6层地狱了，现在的人数早就超过了他能力的范畴。完美的地狱，完美的恶魔，但即使如此，也会有中毒的那一天。太过完美，罪犯们就会如疾病发作前的炎症一般不断堆积。各位，和小牛牛玩耍的人员开始慢慢撤离吧，我们先开始行动，开始寻找这第6层的地狱之门吧。就这样，严胜基再来到不幸地狱的第7天，成功突破第6层。而在另一边，一个浮动着金色齿轮的房间内，一名身穿洁白教廷斗篷的男子缓步前行，这正是不幸地狱的创造者但丁。此时但丁必须要解决自己心中的魔障，如果一开始准备的全面一点，就不会担心严胜基，但自己因为无敌太久，所以变得懒惰了。但不管如何，我但丁绝对不会让你一个毛头小子爬出地狱。1到5层的恶魔领主们，我需要你们完美的收割那些人的性命，尤其是严胜基。不幸地狱内，严胜基正在加快攻略速度，因为外面的血腥之战还在继续着。对三小只而言，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继续牢固的联盟，不被其他玩家激怒，但这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在这场对局之外，还有着路西法和但丁的存在。严胜基的结局正是路西法给大家的警钟，同盟的关系不允许存在。最近的日子，除了必要的工作，路西法都在一刻不停地监视着血腥之战的第2赛季，看着各位剩余参赛者在做着何种操作。我叫加加卡，是一名100万网红，参加了一场血腥之战，对面的是名叫真机匠人的上等恶魔。我的伙伴加加卡，咱们是不是不得不参与杀戮了，对吗？但是这样的话，严胜基跟巴汉穆克就白白牺牲了。怎么办？真机匠人说到的没错，现在的局势就是必须战斗，但有的时候我多思考一下，也会得到一个新的答案。真机匠人，你说的没错，不能让巴汉穆克跟大哥白白牺牲，直到下地狱，大哥都在保障我们能够活下来。但现在的情况，简单来说就是被将军了。但是我们现在其实还有一件事可以做，路西法明确了不允许再次发生结盟，那么我们只需要不给对方带来危险，就意味着可以将游戏长期拖下去。毕竟路西法可没说过不让这么干。你说的话我大概懂了，但问题是，这么做的话，路西法一定会感到无聊，那样的话，路西法一定还会再次对你们3个出手。你说的没错，真机匠人，但是大哥的牺牲让他传递出了一个信息，那就是路西法不会没有提醒就直接干预。换句话说，
我们采取拖时间的方式，可以一直持续到路西法进行提醒为止。尽管如此，但你的生命依然会受到威胁，这是当然的，真姬匠人。但我相信大哥即使身处地狱，也依然在战斗，而且一定会出来。所以，我们怎么能不战斗呢？听着加加卡的分析，真姬匠人语气中洋溢着难以掩盖的喜悦。加加卡，对于恶魔而言，有句话说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但我发自内心，加加卡，你真的长大了。加加卡分析出自己接下来要怎么做，而另一边，刑警每日都在认真的通过自己的身份收集情报。徐明彩每日定时外出，观察其他地狱使用者。加加卡囤积了大量物资，三小只虽然没有产生联系，但却默契的做出了同一件事情——拖延游戏。这些幸存者每天都在进行着游戏，但问题是，这进行的实在是太平静了。虽然他们确实没有任何联系行为，而且因为是血腥之战第2赛季，所以谨慎点也情有可原，但是我还是感觉实在太安静了。刑警跟着女人是在等待吗？搞笑，嘿嘿，哈哈哈哈，不会吧？他们不会真的相信严胜基可以逃出不幸地狱吧？那可是史上最完美的地狱，由但丁建造的为我带来无上权柄的不幸地狱。严胜基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能够突破地狱。正在此时，法阵亮起，路西法的亲密战友但丁来到了地狱。路西法，我需要向你说明一个情况。什么？你说严胜基攻破了3层不幸地狱了？你开玩笑呢吗？但丁带来的消息让路西法瞬间暴怒。如果是1层我还能理解，结果你告诉我被连续攻破3层，到底怎么回事？严胜基一定是通过我书写的神曲了解到了绝大部分不幸地狱的内容，所以提前做了攻略。他妈的，老子当初就不让你写那本傻逼一样的书，现在可好？路西法，不要这么说，毕竟一开始我帮你建造地狱的条件之一就是为了增加我的信徒。但丁，我的朋友，现在的情况你比我更清楚，我不能直接在地狱中对他动手，也不能直接将他踢出地狱，你有办法了吗？当然，越往上走，严胜基只会越难，而且我已经跟剩下的恶魔打好招呼，他们会特殊关照严胜基，而且除此之外，我还要再做1层防火墙。拿来吧，新地狱的建造权限。接下来，我将用这个全新的权限去建造一个新的地狱，专门去收押那些逃出地狱的罪犯。不幸地狱不能再被攻破了。接下来，我将修整漏洞。好吧，我的亲密战友，我相信你的能力，开始干吧。严胜基这边带领着众人踏入不幸地狱第5层沼泽愤怒，主题为暴乱，黄沙漫天，浓烟下能够看到一群人，烟尘散去，一帮第5层的罪人正恶狠狠地盯着严胜基一行人。其中一人手持画有严胜基头像的通缉令，一脸兴奋。现代的服装，就是这小子。兄弟们，只要杀了他，我们就可以脱离这该死的地狱。就他妈你小子叫严胜基对吧？做好准备，受死吧，弟兄们！搂他！地狱层的概念非常明确，这里不需要强大的恶魔助手，这里拥有的是一群无知和暴力的异教徒，只需要利用这点进行一定程度的煽动，他们之间就会自然发生争执，暴动阶层的概念也得到体现。突破这个地狱需要的就是突破罪人本身，而他就是负责煽动罪人的恶魔冬季。一脸玩味的冬季清了清嗓子，拿起话筒：米娜，只要抓住他就能逃出地狱。哎呀，好想抓到他，只要抓到他就得到了去往天堂的门票，只要抓住严胜基就能逃出地狱。这个条件对罪人们就是极致诱惑，毫无抵抗之力的诱惑。冬季的能力就是能让自己的话直达罪人的内心，罪人们互相争抢这通往天堂的门票。在恶魔的世界里，我的能力被戏称为言出法随的下水能力，而这里是充满愚蠢罪人的地方，我的语言会不断侵蚀，哪怕是严胜基身边的人也一样。严胜基看得非常清楚，最上面的恶魔散布了关于我的舆论，而他的话也在影响着众人，看起来现在很糟糕啊。对面的人不会跟我合作，因为他们没见过我的能力，而身后的众人实际上面临着同样的差距，对面的众人无论是气势还是武装实力上都要强过我们，虽然都在等待着我发布指令，但现在来看，目前真的没有破局的方法。难道我只能成为俘虏了吗？此时的严胜基忍不住的缓缓后退，可突然严胜基感觉自己撞在了一个强壮的身体上，这一刻严胜基慌了，不是吧？难道我的狱友听到了通往天堂的门票临时倒戈了吗？对面的对话和行为我们这边都是看在眼中的，就算反过来要对付我也正常，但我不甘心啊。看着身后将近3米的黑哥，不等严胜基开口，黑哥直接一把拎起严胜基：大哥，你别听对面胡说八道啊，没了我你上不去的。喂，你听我说啊。我明白，小鸡鸡，没有你我们上不去，离不开这里，所以答应我，
你一定要逃离这个该死的地狱。在你上升到下一个阶层之前，我会努力救下所有人。小鸡鸡，别一副不相信的表情。那个，我会尽力。而你，答应我，对我们，不，对我自己来说，我要自由。自由，这是黑哥的一生一直想要的东西。自由平等，简单的词，却是最难得到的东西。黑哥，我一定会做到的。现在，让我高一点，更高一点。男人直接的承诺建立起来。严胜基被黑哥抱起，扛在肩上。大家向我看齐。黑哥一声怒吼，将众人的目光吸引过来。如果小鸡鸡被抓，我们就不能再上一层。只要他活着，他那精致的大脑一定会让我们获得自由。在这第5层，那些煽动的话语，被话语影响的人都自己反思一下。我们是怎么从第8层来到这里的？是他向我们展示了自由，而不是第5层恶魔空口无凭的承诺。尽管他是和我们一样被恶魔打败，却是拥有能够吞噬恶魔的智慧的存在。你们好好看看他，再好好想想，恶魔和小鸡鸡应该相信谁？黑哥的话让人们更加清醒。如果要选择相信，为什么不选择一起越狱的狱友呢？黑哥的激情演说自然被东基听到。哎呀呀，看来对面出状况了。原本我想通过人群效应，两股人马不用碰撞就可以收获我的小俘虏，但没事，对面的你们没看到吗？我这边人手更多，没错，数倍的兵力，虽然不死，但不断被屠杀，最后也会意志消沉，失去抵抗意识。两股不死势力的冲突，这样的碰撞，到最后靠的就是谁的意志更加坚挺。虽然都会复活，但很快我们就会被他们先一步打倒。这复活的空档是存在的，所以要开展行动，就趁现在。黑哥，拜托您了，我不会管后面，现在开始，我是您的双腿。黑哥开始了他最擅长的东西，奔跑。看着逃跑的严胜基，东基紧忙叫喊：抓他！抓不到他，杀别人也没有意义。第5层的罪人刚想追去，却突然被人拉住脚，砸碎。看着我，那是我们自己的门票，怎么能让给你呢？他可不能被你们抢走。严胜基，这一刻，你是我们的信仰，走吧。穿过由我们这些信仰之人的牺牲为代价铺垫的路，不用去担心我们，在未送你到达彼岸之前，我们不会轻易倒下。虽然在地狱中大家会复活，但你们也在为我承受痛苦，而在现实中却也有人在为我承担真实的牺牲。我不想让他们牺牲，不想让你们白白承担痛苦。我要赢，我要突破。黑哥呀，你真厉害，承受着如此的痛苦，却依然背负我来到了这里。但第5层的罪人还在拼命追赶过来，所以得抓紧时间。放心吧，小鸡鸡，在地狱里我们都是永生的，不会因为受伤而死。但跑来跑去太累了，所以我不会让他们追赶上你。而你，等你做好能够救我们的准备以后，再过来找我们。上去吧，去往下一个高度，我会等你的。严胜基被黑哥抛向高墙，这一刻，严胜基明白，攀登上去，重新做好准备，不辜负信任我的队友，不辜负队友的牺牲，这才是自己现在要做的。严胜基本就是一个比较冷酷的人，也有人说他的行为证明他就是一个坏人。所以说，最开始的时候，严胜基却是把狱友当成有用的工具，就像那些用完就可以扔掉，用坏就可以坏掉的工具一般。但现在不得不承认，严胜基的想法改变了。攀登上来的严胜基喘着粗气，看着下方，请等待，我一定会回来救你的。严胜基的这一声呼喊传来，在砍刀之下，抬起了手臂，竖起的拇指就是对他的回应。那么接下来我需要准备，然后救人。即使把你们都救了，我也一样可以出去，因为我是严胜基。几十米高墙落下来的严胜基毫无意外的落地成盒。不知过了多久，严胜基悠悠醒来，温和的阳光洒在屋子里。严胜基猛然从床上坐起，这是哪里？我是被谁带到了这个房间里吗？这是围墙另一边的城镇吗？难道摔下来的时候脑子摔坏了吗？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是谁带我来到这里的？是敌人吗？正在此时，房门缓缓打开，门外一道身影让严胜基立刻摸向了身旁的枕头，警惕地看向前方，在对方进入的一瞬间，直接发动枕头袭击，然后转身毫不犹豫就要跳窗逃走，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开玩笑，现在可没人保护我，不管对方是敌是友，我可不能冒险。就在此时，严胜基衣服突然被拉住，身后传来一道女孩子甜甜的声音：喂喂，你在干嘛？这里可是屋顶，跳下去你会被当作野蛮人打死的，你不是敌人吗？如果你指的是城外那些只会使用暴力的野蛮人，那么我告诉你，现在外边的都是不会使用暴力的智者，别那么惊讶，这里可是唯一由罪人组成的城市迪斯西。看着外面的城市，严胜基不由得怀疑起来，自己是不是因为脑袋摔到，所以记忆有些不清晰了。但看着外面，自己想起来，这个地方正是地狱神曲中唯一的城市
只有痛苦和叹息的罪人在不幸地狱里唯一的避难所。街道上的马车也与书中描述的完全一致。那么，请问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发现你的是另一个人。市长了解情况后，找人把你搬了过来，空出来了我家的房间。因为地狱里的人基本都拥有复活的能力，所以只需要把你放在这里就好。这时，一阵拐杖叩击地面的声音传来，一个老者渐渐走近。其实，越过高墙的人很多，但他们都没能进入城镇，因为不能让居民感到麻烦。看着走近的老者，严胜基当即判断这人应该就是市长。他们对我的防备是有点的，但不是敌意，或者说，他们应该意识到我跟墙外那些人的不同，所以才放我进来。此时市长抚摸着胡子，悠悠开口道：“你想知道为什么没给你直接扔下城墙，而是带回来，对吗？”我靠，这老头会读心术吗？淡定，这个问题很简单解答。其实城市的高墙上定期都会安排巡查者，观察下方野蛮人的动静。正巧，当时的巡查者发现了被追赶的你，以及保护你的人，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场景，即使拼掉性命也要保护你，拯救你。所以我听了报告，叫他把你藏起来，别扔到墙外去。你的疑问我已经解答了，现在该你了。你究竟是什么人？你有什么能够让他们追捕你，又让另一帮人拼命保护你？看着面前的老头，严胜基 CPU 再次高速运转。他们现在是将我当成了一个神秘的存在，如果他们这样认为我，那么接下来我该开始表演了。在那之前，告诉我，你们甘心吗？像蟑螂一样躲在围墙里活着，这样的生活难道不厌烦吗？你这家伙在说什么呢？我们不是躲起来，而是为了保护自己才筑起文明的高墙。第5层大部分都交给了野蛮人，什么时候高墙会被越过也不知道，要这样提心吊胆。想要让自己的话能够直达别人的内心，就要先在对方的心里开一个口子。而这种工作，其实严胜基是最擅长的，用自己的嘴拨弄对方的心。你们问我是谁，那么就认识一下，名叫严胜基，是带领你们走出高墙的先知。但丁的不幸地狱中并不全都是坏人，他的地狱罪名为不信上帝的人都是罪人，这个范围可谓非常广泛，因此他的地狱收录了无数罪人，各行各业。第5层是争斗的一层，他们会彼此拼杀，不断杀戮。可在他们不断杀戮的时候，有一个普通人觉醒了，他拿起身边的锤子，开始敲打身边的石头，他开始砌墙，不断的进行着，哪怕被野蛮人杀死，被其他人嘲笑，他也没有停下来。渐渐的，他筑起的墙越来越高，直到那些意志消沉的好人主动找了上来，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墙建造的越来越快，越来越高，越来越长。这就是建造迪斯西的故事。这里是放弃了纷争的好人所存在的乐园。这样伟大的城市，你又凭什么如此评价？你叫什么鸡巴？再跟我逼逼赖赖，我就把你扔下城墙。面对市长的愤怒与威胁，严胜基却完全不为所动。自己刚才的话是深刻的触及到了他们的内心，不然也不会如此大的反应。了解一个人的真实想法，绝对不是只听对方说的话，还要懂得深入探索。就比如现在，如果他们真的被我激怒，必然不是如此反应，这只是被触碰敏感点的反应。接下来让我给你们更多刺激吧。好人如此评价自己，是不是有些自恋了？严胜基，你这个人太没有礼貌了，对关心你的市长竟然满口无理的话。就算你认为无理，我也要继续说。你说你们是好人，那么要如何证明呢？你有证明材料吗？所以还是接受我说的实话吧。你们就是一群逃离了第5层战斗的一群懦夫，将自己关起来，这不是善良的证据，是胆小鬼的行为。对你们的刺激到此为止，毕竟我的目的可不是弄疼你们。我刚才说到过对吧？我是带领你们的先知，我跟我的同志们已经从第8层往上攀爬了3层，每一层的恶魔都被我们攻破，你们建造高墙躲避的危险都被我的队伍击碎，所以能明白了吧？为什么我会被追杀？因为那些恶魔们都害怕我逃脱。严胜基的话带来了深深的刺激。恶魔是监管地狱的存在，对于人类而言是不应该想着对抗恶魔的，但直到这一刻，固有的思想才发生转变。逃脱难道是可能的吗？就靠眼前这个小伙子？笼子里的自由不是真的自由。如果可以选择，我也希望得到曾经的那片天空。看着低头沉思的市长，严胜基明白该进入下一阶段了。我建议你们与我做一场交易，把迪斯西所有的物质以及人员的控制权都交给我，不仅要从野蛮人手中夺回这一层，我还要带领你们回到地面之上。高墙之下，第5层的野蛮人拖着黑哥彼此交谈着，没抓到那个小伙子，真是不开心啊。不过也没事，他的伙伴都在这里，他肯定会回来的。不得不说，这个黑哥力量真大，竟然直接将人抛了上去。不过现在这些越狱的准备接受我们的虐杀吧。黑哥，严胜基逃跑了对吧？当然，他逃跑了。
但是他一定会回来，带着拯救我们的方式。所有人坚持住，我们一定会回到地面。跟第8层冲天的火柱相比，这点痛苦算什么？哈哈，你这么一说确实如此。来啊，扎我啊！哈哈，被你这么一说，我感觉热血澎湃了呢。来啊，干我！叽叽叽，我可是承受了500多年痛苦的存在，这点痛苦算什么呢？此时，原本的野蛮人全都惊讶住了，因为面前的一帮人非但没有被击垮，反而异常亢奋，就好像一帮变态恶魔。而高墙之后，严胜基望着高墙，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回头看去，正是集结起来的第5层城内众人。那么接下来，你们做好准备了吗？胆小鬼们，我们可不是胆小鬼，还要跟你强调几回啊！哼，跟那些把我队友身体撕碎的野蛮人相比，直到你们把他们撕碎之前，你们都是胆小鬼。不服不行，接下来打开城门，出发吧！墙外野蛮人不断的虐待着越狱险分队，可让他们不悦的是严胜基的这帮伙伴们丝毫不慌，面对无休止的虐打，意志依然不服。在野蛮人中，东基也变身隐藏其中。东基此时非常遗憾，自己没有抓住严胜基，但在他眼中问题并不大。现在将严胜基的手下都控制了下来，只剩他一人，他根本翻不起浪花。现在严胜基被困在迪斯西，只要等待时机到了以后，将他拉到第9层去，一切就完美结束。到时候完成任务的我应该要些什么奖励呢？嘿嘿嘿！正在东基畅想美好未来的时候，地面传来一阵微小的晃动。身为恶魔的东基立即察觉到不对，当即起身提醒众人地面有晃动，快看看怎么回事。其他野蛮人虽然不解，但还是躺在地上仔细听了起来。然而没等他听清楚到底怎么回事，视线里已经出现了数道身影。野蛮人当即起身，所有人都疑惑地望向远处的人影，越狱小分队也同样如此。没错，来人正是带领着迪斯西内众人的严胜基，孤身而去，满载而归。东基此时是最蒙圈的，迪斯西内的胆小鬼竟然会出城，几百年都是缩头乌龟，今天竟然被严胜基说服出城对抗野蛮人，这不就尴尬了吗？严胜基能够说服那帮胆小鬼，是他从没想到过的结果。我叫东基，是不幸地狱第5层的恶魔，万没想到，在高墙之下躲避几百年的胆小鬼，竟然被一个新人成功说服出城。1000年前，但丁建造了不幸地狱，而100年前，第5层有人开建了迪斯西。不知不觉，岁月流逝，复杂的情绪不断堆积，而严胜基只是让那情绪爆发的一个点，仅此而已。所有人听我口令，开始向前推进。严胜基从这件事上明确了一个问题：不幸地狱号称无法逃脱的完美空间，但丁，你的地狱只是接近完美的地方，而作为人类创造的不完美空间，早晚有一天它一定会崩溃，我一定能赢。当然，如果我没有进去，我还得坚持100年。但现在，来吧，看看这第5层真正的主人是谁。东基意料之外的发展出现了，没什么好怕的，他们都是没战斗过的软蛋。几百年来，我们一心一意的战斗，打到这帮弱鸡，还不是轻轻松松吗？没错，我们不需要怕他们，他们没战斗过，打架斗殴，我们可天天都在做。两军交战，开始！拼杀声、血肉飞溅声、刀剑撞击声，反正都死不了，只是会痛，那就看谁先服。这场战斗是斗智斗勇的战斗，如果是勇这方面，我这里可有战力天花板的存在。东基震惊地发现，自己身后的野蛮人竟然在飞天，高高跃起，但可惜他们全都是被黑哥击飞而已。看到了吧，先知没有离开我们。伙伴们，纷争开始了，前后夹击，越狱小分队开始行动。前面是胆小鬼们，后面是逃犯们。完了，前后夹击，第5层的野蛮人经受了剧烈打击，平均每人都死了30多次，胜利已经奠定了。东基还在不甘心地蛊惑着人心，都战斗啊，战斗啊，混蛋们都死不了，怕什么？黑哥看着叫喊的东基，直接提着锤子绕到身后，就他妈你逼赖赖！东基两眼一黑，直接躺在了地上，渐渐的身形变化，褪去伪装，恶魔真身显露而出。他娘的，你个愚昧无知的人类，你敢打我？你他妈！下一刻，到嘴边的话被咽了下去。东基的目光中，一个歪嘴少年正看着他。哎呦，看来还有意外收获呢，嘿嘿。你好啊，人类。这个人类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答案显而易见啊，妹子，这个东西就是第5层的恶魔。那个，我也是奉命行事，你懂得哈。你说的没错，我也只是想要离开地狱而已。不幸地狱第5层，沼泽愤怒。此时严胜基手握短剑，地面上是头破血流的首层恶魔。看来没错呀，从来到这层开始，小鸡你就被通缉，都是这背后的恶魔在搞鬼吧？第5层从来没有发生过针对恶魔的战斗，
反而全都是罪人之间的战斗。而今天散播舆论的恶魔已经被降服，第5层的野蛮人也被制服，越狱小分队也与文明人热情地交流着。看着和谐的画面，严胜基松了一口气。喂，那个，我根据你说的回了一趟迪斯西，把那里剩余的人都带了过来。严胜基，你真的能把所有人都带出去吗？虽然平定了第5层的暴乱，证明你的能力非常惊人，但上面还有好几层呢，路只会越来越难走。但现在你所要带走的人实在太多了。严胜基没有搭话，而是望向面前的众人，那一张张从陌生到熟悉的脸。其实也许不会有每一个人都逃脱的童话故事。话音落下，卡拉顿时浑身一颤。什么意思？那么你为什么还拉上迪斯西的所有人？难道是为了给自己增加逃脱的几率吗？原来你是这种垃圾人，亏我那么信任你。你说的不完全是错的，如果人数增加，在很多时候都是利于逃脱地狱的。但不仅是如此，记住，这里是地狱，这不是一个休息的地方，也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这里是关押人的地狱，每个人都想离开压迫自己的地方，这也是我能带走他们的原因。严胜基的话让卡拉如梦初醒，在迪斯西待得太久了，强后的世界固然很好，但这里还是地狱。所以卡拉，如果我说我要选走几个人带走，那么没被选择的人心里会平衡吗？他们是不是可能成为新的暴徒？你说的对，是我头发长见识短了。没事的卡拉，把想法说出来是对的。在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我需要你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站出来带领大家。在迪斯西，当人们到达的时候，以我为中心聚集。而在进入第4层之前，我们需要一些调整，这就需要你的帮助。你愿意吗？在得到严胜基的指示后，卡拉再次走入人群中，人群再次汇聚于严胜基身边，看着全新的越狱小分队，严胜基开始了进入下一层的资源整合。在进入第4层之前，我要先说明一些问题。我们从第8层开始向上爬，现在在第5层，与其他地方相比，迪斯西的生活环境实在太好了，可能接下来我们越来越难走，甚至走不下去。我不会说你是叛徒，更不会说你是懦夫，所以有意的人可以在这一层留下来，享受安稳的迪斯西。此话一出，现场一片哗然。良久沉默后，我们什么时候说过被要求带到第5层了？最开始你可没说目的地是迪斯西。怎么，小子，现在说这话是你怂了吗？把他们拉出城，然后我们进去，你疯了吗？随后现场便爆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就好像他们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这场面顿时让严胜基有些摸不到头脑，他们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回头看向自己的几个忠实拥护者，他们竟然也是一脸微笑的点头示意。如此，严胜基明了了。好吧，那么开始进行第4层情况说明。你们这帮混蛋们，好好听着。第4域滚石，它的概念就是沉重的球，一个无比沉重的巨球，被惩罚不断将它向上推动。第4层的概念就是这样永恒的惩罚，但问题也在这里，第4层最强的罪人，难道也被惩罚如此吗？或者是说，还存在另一种隐藏的规则？然后，为了得到答案，严胜基开始了对东基的蹂躏。原来的内容是不对的，规则变了。严胜基，你的事情上面几层都知道，上面几层已经都进行了大规模改造。真的，我没有骗你。被改成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啊。看来他被收拾的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吗？或者说，如果他说的是真的，我们该怎么办呢？严胜基听着东基的话，紧咬着嘴唇，打开门，然后放入一个观察瓶。这是现在严胜基想到的一个方法。随着众人拉回绳子，探子被拉了回来，门没有打开，看来是因为跟第5层还有一些联系的原因。接下来严胜基又尝试了几种探路的方式，但都没有得到结果。目前为止没有收获呀，把人都召集过来，我要亲自探路。严胜基打起了头阵，向第4层走去。出来吧，表现出来第4层的呈现方式吧。严胜基突然被卡拉叫住的严胜基一脸不解，而卡拉指着他的后背，你后面出现了数字啊。严胜基的后背出现了一个+3的字样，快往前看，前面的是什么？众人面前此时出现一副诡异场景。严胜基看着周围，这不是古代，也不是中世纪，他们重新设计了，这是什么概念？就在此时，一阵轰隆隆的声音传来，众人惊恐地望向声音来源，一个巨大的钢珠出现在视野中。我靠，所有人快跑！面对即将碾压过来的钢球，严胜基紧忙扭转身躯，堪堪躲过，而钢珠趋势不减，直接碾压好几人。面对被碾压成肉饼的队友，严胜基无能为力地别过头去。等紧闭的双眼再次睁开，严胜基面前只剩下一条由肉饼铺成的血路，红的、白的、黄的，满地都是。有一点现在可以肯定了，规则变了，从推举巨球的惩罚变成了躲避巨球的惩罚。钢球不会直接消失，而是会继续向前。这样的话，这层最好的攻破方式就是躲避巨球，然后向上不断走，大家向球下来的方向前进。如果被击中，可能会连带着伙伴一起摔倒，所以要小心。
正要往前走的严胜基再次被黑哥拉住，跟在我身边吧，因为你躲不开钢球，如果再被卷走会很麻烦。就这样，众人汇聚在一起，向前方前进。钢球的压迫感很足啊，但是好在只有1颗。这样来看，第4层还是比较简单的。听着卡拉的话，严胜基却皱着眉头。眼下看确实如此，但不符合常规。按理来说，应该是越往上，难度就会越大，这样才能降低越狱的可能。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层原本关押的罪人都哪里去了，并且背后明晃晃的标志，又代表着什么呢？不管怎么想，都感觉事情不太对劲。也就在此时，地面再次传来一阵震动，下一刻，随着几声巨响传来，震惊的一幕出现了，前方居然出现好几道钢球的身影。没错，这次不是一个，而是一堆。走在前面的众人紧忙回头提醒身后的伙伴，快跑啊，不是一个，是一堆钢球。严胜基看着不远处的钢球，也是一脸蒙圈，啥情况？怎么多？难道刚才的第一个是实验吗？下一刻，还不等严胜基多想，自己已经被黑哥夹在胳膊下。小鸡鸡，还有迪斯西的女孩，你们都是领导者，你们要观察。黑哥，旁边，去旁边。按照严胜基的指示，黑哥开始躲避起来，凭借敏捷的身手，带着2人躲过了钢球的袭击。一波过后，地上一片狼藉。看着面前的画面，卡拉和黑哥解释后怕连连。突然出来这么多，完全是预料之外。而且钢球的速度也加快了一些。小鸡鸡，这层的规律还没破解吗？等等，我有点乱，让我再想想。正在此时，严胜基猛然发现身后传来一阵响动，回头看去，竟然是一个粘着尸体的钢珠又返了回来。我操，什么情况？反方向还能回来？原本以为钢球是从前方来的，但现在居然还会从后面回来，而且肉体还粘在上面。这是刚才过来的钢球又返回来的吗？面对危机，黑哥再次出手，抱着2人夺开了返回的钢球。跪在地上的严胜基，一阵无力感袭来。能返回的钢球就意味着完全无法预知未来的攻击方向，无法有效躲避。难道我一开始向前走的路线也是错误的吗？怎么办？怎么办啊？就在此时，一只小手狠狠地掐在严胜基脸上，猛然的疼痛让他头脑立即清醒，深呼吸，冷静下来。恐惧的情绪不应该出现在你身上，能够解开秘密的可只有你啊。没错，我必须冷静下来。他们说的对，这世上没有完美存在，一定有办法解决游戏。直到现在为止，我都获得了哪些信息？首先是华丽到随处可见的颜色鲜艳的科技感设计，然后是背后莫名出现的数字，然后是巨大的钢珠。这些东西总感觉很熟悉，组合在一起。对了，没错，是那个东西。哪个东西？没错，现在的情况看，我们应该是被困在弹珠游戏中，这样就说得通了。从身后回来的钢珠是因为在下面进行了反弹，我们背后的数字就是额外获得的钢珠数量。第一颗钢珠碾过的背后数字就是第2次钢珠的数量。我们现在正在这层恶魔所玩的巨大弹珠游戏里面。第4层首层恶魔，终极恶魔普罗盖米乌斯。嘿嘿嘿，从底层上来的你，看来并不是全靠运气，这么快就发现了问题。但就算如此，你又能怎么办呢？严胜基。简单来看，普罗盖米乌斯是专门玩游戏的恶魔，而严胜基这边不过是数量多一些的游戏中的棋子罢了。二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视野不同，并且拥有的对规则的理解程度以及可操作的程度都完全不同。这游戏从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游戏，至少在普罗盖米乌斯眼中是如此。严胜基遥望着虚无的屏幕之外，其实在地狱中就从来没有对罪人公平的规则，但自从严胜基上来以后，他就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只要做到冷静，然后运用自己的大脑以及一些运气，地狱一定可以攻破。哎我去，你小子居然还在笑，你大爷的，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高玩操作。地狱模式正式开始，你这个傲慢的人类。严胜基的行动也随之展开。第一步，让大家确认背后的数字，背后的数字就是被碾压以后增加的钢珠数量。然后第2步，安排助手卡拉，我现在任命你为我的助理，我需要你，等掌握了数字以后，我会排列队形，然后就需要你来帮我执行。钢珠下来的前面还有回来的后面，必须安排后背数字小的人，还要尽可能拉开距离。我明白了，是因为越靠前可以反应的时间越短，因此更容易被碾压，所以数字小的在前面拉开距离，尽可能的减少一次性被碾压的数量。没错，这样的操作是避免数字大的被碾压，造成突然回来一堆钢珠。在这，如果增加的钢珠数量比人更多，那就变成了无法攻略的地狱。所以先做好这些吧，将损失降到最低。此时黑哥走上前，小鸡鸡，光降低损失还不够啊，我们还要怎么做？黑哥，帮我把最开始汇聚在我身边的那些元老们都找回来吧，让他们再次汇聚过来，我要开始正式攻略了。不多时，最开始攻略地狱的高级管理者再次汇聚。哎呀，
你这么久没找我们，还以为你忘了我们呢。对啊，统领的人多了，快忘了我们吧，哈哈。你们这帮家伙，别装作难过的样子，一会使唤你们的时候，你们可别抱怨。卡拉按照严胜基的要求，开始安排布局，看着传递回来的信息，严胜基知道一切非常顺利，而外围人的牺牲是为了后续的安排，而这后续安排就交由最开始的这些人去做。现在的布局，严胜基是中心的总裁，而剩余几人则是各部门的领导，要做的就是让其他人合理的运作起来。从现在开始要分散开，从而掌握整个地图，比如弹珠究竟是从哪里上来的，球又是从哪里开始下来的，还有最重要的，能弹球的装置都是怎么布置的，将这些点重新汇聚起来，就像我们当初寻找第8层地狱之门一样，对吗？你找我们是因为我们已经做过，对吧？没错，收集好信息后，我就可以知道球是如何来到这的，到时候这一层的攻略就结束了。外围的众人传来消息，前后都有钢珠滚来，那么散开吧，各自完成任务，然后在这里集合。面对轰隆隆的钢珠，众人四散开来。哦吼，有趣有趣，严胜基，你的想法的确可以，但问题是，你真的可以统帅这么多人吗？系统的规则，只要有人被碾压，游戏的球就会增加。普罗盖米乌斯和严胜基的对局，最关键的问题是，能左右这场战斗的关键点是专注力，是罪犯们先一步失去专注力，然后被置换成数量庞大的钢珠，还是普罗盖米乌斯先失去专注力，失去所有的球？可对于罪人而言，他们高度紧绷着神经去攻略地狱，很显然，他们的专注力并不持久。看着不断被碾压的众人，严胜基冷汗悄悄落下。毕竟现在他只掌握了1半不到的地图，而钢珠已经增加了4倍多。人被弹珠卷走以后，弹珠的数量就会增加，弹珠的数量越多，人被卷走的概率就越大。而想要了解地图，就需要人手去行动，失去越多的人，攻略成功的可能性就越低。总而言之，就是失去过多的人将会无法完成攻略。这一点严胜基非常清楚。弹珠增多，人数减少，但这样明显的问题就太过不合理了。在这弹珠游戏里面的罪人实在太过渺小，而弹珠游戏外面的恶魔拥有的视野又太过广阔，这根本就是瞎子与武士的战斗。摔倒的严胜基被卡拉扶起，刚刚突然出现很多弹珠，现在剩下的可能不到80人了，人数减少的似乎太快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如今的局势，严胜基面临一个选择，是要现在改变计划，还是继续坚持？如果分散开收集地图已经无法做到，那么是不是要集中力量，先攻略一部分区域，去碰碰运气呢？想要赌一把的前提是能够承担试错成本，但显然严胜基无法承担。继续吧，现在放弃，相当于舍弃了前面所有的牺牲。还有，帮我找一些有数学头脑的罪人，我要尽可能的利用现有情报，计算球滚动的轨道。严胜基是大脑，对他的要求就要无损的执行。各位，先知大人需要头脑好的人才。哎呦，是说我吗？哎呦，看来该我登场了。你们一看就不是头脑好的人，继续盯紧前方。一场恶魔与人类得到弹珠游戏正在进行。这场战斗人类获胜的条件是尽快掌握地图，而恶魔获胜的条件则是尽快扫清人类。随着地图不断被完善，一切开始越发清明，而人类的数量也在急剧下降。刚刚的弹珠又带走了3人，还是没法计算轨迹呢。先知，现在场内滚动的弹珠超过100个了，而我们还没有掌握所有地图。不过，我们正在通过反推球的轨迹掌握障碍物，一会再坚持一会就好。可以理解还需要时间，但我希望你们再仔细一点。人数在减少，我们就真没办法攻略了。下一刻，严胜基突然被身边的罪人重重撞到。干嘛呀？我都说了我不是埋怨你们，干嘛还撞我？可映入眼帘的却是被碾碎的身体。妈的，这怎么攻略啊？一点都不给喘息的机会。又来了，前面又来了。就这样，苦战持续了半天，最后还剩下14人，而查出来的地图只占了 80%， 直到现在还没有掌握全部的障碍物，更没有找到出口。卡拉在哪里？快过来！他在前一波弹珠攻势下被卷走了。他走了以后，大家都惊恐的无法正常行动。可恶啊！难道结束了吗？该死！如果我低调一点上来，就不会引起但丁的注意，就不会为了针对我改变地狱地形。轰隆隆，沿着无数罪人的弹珠迎面袭来，这压迫感让严胜基闭上了双眼。嘿嘿嘿，结束了，严胜基，你这个狂妄的小子！拼尽全力也没有掌握完整的地图。面对袭来的钢珠，严胜基选择闭上了双眼。恶魔双手离开摇杆，准备庆祝胜利。然而意外发生了，明明应该碾压严胜基的弹珠，竟然诡异的拐弯绕过了严胜基。难道？没错，严胜基有了一个猜想，地狱中罪人都是不死的，碾碎的身体
会重新恢复。弹珠上的罪人当发现将要碾压到延胜机的时候，拼尽全力用刚生长的身体强行改变了弹珠的方向。一直承受痛苦的罪人当能够忍受以后，也开始冷静地做出应对，更换策略去找粘着人的弹珠。告诉大家，一定想办法扭转弹珠的方向。也许在恶魔眼中，罪人都是能跑的棋子罢了，但现在棋子要开始反击了。小恶魔，现在开始，我也是玩家。普罗盖米乌斯终于遇到了问题，那就是弹珠竟然开始相互撞击，从而扰乱他的控制。粘着罪人的弹珠正攻击着普通弹珠，哎呀妈呀，浑身都疼，真是一段痛苦的遭遇。但是我好像找到了攻略的方式。弹珠游戏本身存在两个不公平的地方，首先，一旦被球卷走，那么罪人将无法再发挥作用。另外，人数减少的速度代表这个游戏必然存在时间限制，将上面两个问题解决，这场弹珠游戏的攻略难度就瞬间降低。而结果也确实如此。2个半小时后，众人终于找到了弹珠的出口。没错，这个看起来是最有可能的出口。走吧，进去看看吧。延胜机带着众人义无反顾地跳了进去，里面有着七彩的液体，随着一道光芒闪过，再次睁开眼的时候，众人全都坐在了地上。众人抬头看去，这出现的场所正是一个游戏厅，而玩游戏的是一群恶魔。延胜机紧忙看去，哦吼，这游戏画面布置不就是弹珠游戏吗？看来没错了。这么看来，你就是玩我的恶魔对吧？动起来，把游戏机都给我砸了！我擦！快阻止这帮人类！混战开始了，延胜机毫不犹豫地扑向面前对其他恶魔发布号令的家伙，直接将他骑在身下，吓得恶魔浑身发抖。终于让我抓到你了，我这一拳10年的功力，你接不接得住？沙包大的拳头直接将恶魔打得鼻血横飞。一个瘦弱年轻人，为什么现在挥拳如此猛？还记得的杀人魔攻略战吗？那之后，刑警非常专业地指导了一次延胜机，只会闪避是不行的，人只要学会正确使用拳头，就能够发挥最大威力。首先自然是握拳的方式，小伙子，你要像这样，如果想要击打得更有力，就需要让拳头这样，如此，你的拳头就是核弹一般的威力。至于威力多强大，普罗盖米乌斯现在是最了解的。现在的恶魔和罪人之间也是毫无保留地战斗在一起，但谁也奈何不了谁。忽然，一个游戏机被撞到，玻璃破碎。下一刻，游戏机里面的罪人竟然直接出现。看着出现的罪人，恶魔慌了，因为秘密被发现了，那就是只要砸碎游戏机，里面的罪人就会被释放出来。精巧的机械装置非常容易发生一步失误，全盘皆输的情况。只要没有逃犯出现，第4层可谓非常完美。可一旦出现一个逃脱者，那么一切将会无法挽回。所有的罪人都反应了过来，不管恶魔，只要砸碎游戏机。延胜机嘴角带着微笑，不错嘛，罪人们，让恶魔感受一下什么是地狱。喂，醒醒，准备看看我给你的地狱。第4层比前几层都要凶险，但是万幸我们没有抛弃任何一人，顺利的完成了攻略。不止呢，我们现在的狱友可是变得更多了呢。没错，原本第4层的罪人也加入了其中，而且罪人之间的感情似乎更加牢固。攻略继续吧，还剩2层，只要再上去2层，我们就成功越狱了。不是应该还有3层吗？第1层应该跟现实世界差不多的一个阶层，按理来说不会有陷阱，难度高的只有2层。这个消息自然让大家高兴不已。休整以后便准备开始攻略，大家等等我就快了。现实世界，加加卡家里，小学生宋明宇拿着放光的钥匙出现在加加卡面前，而且手里还拿着加加卡的地狱钥匙。这一切究竟怎么回事？要说准备和防御，加加卡绝对做得很充足。虽然做了如此准备，但加加卡也本能的知道靠这些自己可能无法活到最后。延胜机下地狱前告诉他们的核心问题，加加卡也是想要执行下去的。他坚信延胜机必然在努力攻破地狱，所以自己不管能坚持到什么时候，也要尽最大努力。不过妈的，我还以为自己能坚持的久一点呢，我他妈竟然又中这个恶魔的招了。事情是这样发生的，里亚詹妮直接潜入了加加卡的房间，正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真机匠人冲了进来，加加卡快醒醒。然后就是因为这一醒，里亚詹妮直接与加加卡深情对视，然后就是幻想箱发动。毫无意外，加加卡中招了，踉踉跄跄的向大门走去，然后开始一道一道的解开自己房门的锁。不管真机匠人如何摇晃，都于事无补，没用的。你应该清楚，只要我不解除幻想箱，人类是无法脱离这个状态的。就这样，门被打开，宋明宇走了进来。里亚詹妮，让加加卡把地狱钥匙给我，然后解除幻想箱，毕竟这么做了，欺负起来才更有趣。然后就是现在的局面，所以说小哥哥，
需要我饶你一命吗？加加卡一脸不解，看着宋明宇，别这么惊艳，咱们又不是陌生人，而且你已经满足被我关进地狱的条件，也对我构不成威胁，真的吗？你会放过我？哈哈哈，当然不是了，你个傻叉，我逗你呢。准备下地狱吧。突然停电了，突然的停电让两人一脸蒙圈，而这转机正是朴尚实所为。小主播，我猜到你一定会被最先针对，现在我就先帮你到这，局我已经布好了，所以努力逃跑吧，加加卡。此时加加卡 CPU 开始疯狂运转，突然的黑暗会让眼睛无法适应，而此时熟悉房间布局的我就得赶紧逃跑。真机匠人变成我，宋明宇此时也在分析局面，眼睛还没适应黑暗，但自己手里拿着加加卡的钥匙，不管哪一个，抢夺钥匙的一定是本体。借助地狱钥匙的光芒，两个加加卡的身影出现在宋明宇面前。来吧，我看你们谁。哎呀，啥情况？不是，怎么你们两个全跑了，钥匙都不要了？没错，这场游戏其实早就失去了意义。对三小只而言，现在的目的就是等颜圣姬回来。去你的变态臭小鬼，你自己玩去吧。宋明宇紧忙跟了出来，可整栋大楼的停电，走廊也是漆黑一片，而且现在的距离也太远，地狱钥匙已经失去了光芒。该死啊，该死啊！深藏功与名的朴尚实准备收工回家，而加尔加盟家却有些担心，毕竟朴尚实的行为有结盟的感觉。其实我有仔细想过，路西法在审判颜圣姬的时候不是亲自出面，而是找了但丁，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就连地狱之主也不能在人界直接动手，所以他应该无法靠近我们吧。而且你的能力可是自卫啊，咱们可以优先攻击权呢。加尔加盟家也明白，如果真的到了路西法动手的时候，他们两人也不必然需要反抗，而他的能力就早就他们两个是王牌一般的存在。结盟我们没法办到，但帮助其他人还是可以的，这是我这么长时间想到的结果。过了这么久，你才想出一个好方案，毕竟之前动脑的工作都是颜圣姬在做，我脑子有点生锈也正常。哈哈，不幸地狱第3层，颜圣姬带领众人进入中世纪，甚至还有城市背景。颜圣姬开始分析，第3层的主题是厌恶和疾病，如果是这个时间段，那么疾病可能就是黑死病。